为了让已产生断层的龙舟文化和新一世代搭起传承的桥梁，使后代子孙重新认识河岸生活与文化。因此，希望透过举办这个活动，结合民间习俗、地方传统文化与艺术绿生活，让两河交汇的社子岛在文化熏陶下更显出它的得天独厚。本赛事分成3组：小龙公开男子组、小龙公开女子组及小龙公开混合组。而它的竞赛规则，各参赛选手一律穿着同一色系浮身衣下船。300公尺直道比赛时，需鼓手1人、舵手1人、桨手10人，共12人。每队比赛时必须有鼓手、桨手不得少于8人。混合组参赛之女生最少需4人。上船比赛时需有专任鼓手与桨手，并且不可跨队报名。本赛事竞赛制度直线300公尺采分组淘汰赛，每场以单场雷射感应计时成绩判定胜负，每队至少划2场。拥有100年划龙舟历史的社子岛，每年的精神杯除了代表龙舟精神，更是种地方文化历史保存的象征。透过龙舟赛，鼓励这条淡基两河冲击形成的小金鱼勇敢向前，同时联系着在地的情感连结。每年越来越盛大的精神杯龙舟赛，不再只是单纯的地方民俗活动，龙舟赛也已是被亚运认可的国际运动，越在地越国际化。这项能够代表台湾意象的精神杯赛事，期许能透过更多的推广与民众参与，甚至是外商的瞩目，将精神杯推向国际，让更多海外留学生、外商、外国人愿意共襄盛举，带动台湾的地方观光。5月4号早上的8点钟，带各位观众朋友来到百灵码头，一起来欣赏今年度2024年第19届精神杯龙舟锦标赛的现场。那我们看到现场的天气，其实今天呢，天气的这个状况还蛮稳定的，温度是25度 C， 83% 的一个湿度。那今天的风速是每小时26公里，多云时阴的一个天气。那我是今天主播林世廷，在我身旁，我们今天邀请到是谢元展教练，教练你好。主播好，我是台北市政大 EMBA 龙舟队教练，我姓谢元展，大家好。好，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龙舟比赛，其实不仅是一个竞技的运动啦，其实龙舟比赛也有非常多的一个文化的蕴含在里面哦。像我们今天看到，哇，这个精神杯是举办到第19届了，而且听说好像精神杯是大部分的情况下都会在社子岛这边来举行了哈。是的，没错，它有一定的文化传承，那它也有区域的演进。那目前我们现在的龙舟活动都在这个水域还有这个码头来进行，因为它也算是整修还有维护的相对比较完整，也给选手比较好的一个水域来活动。而且今年报名的队伍其实还蛮多的哦。我刚刚稍微算了一下，就是包含公开女子组、公开男子组以及混合组的这些队伍加起来，总共就有63队。是没错，都是在抢破头的状态之下，理事长每次都要限制这个队伍，对，我们也报道。每次的报名可能就真的是，可能就是哇，5、6、30，至少300、400、500人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人数啊，这样的规模了。是没错，都是秒杀的。对，那我们现在看到待会要进行的第一场比赛啊，是由公开女子组 A 组的3队。
总共在公开女子组这边有9队啊，总共是有9支队伍来报名。那我画面上看到的是第一道是大地正红，那第2道是台湾风暴，第3道是法巴女神龙。对。那每组是有3队要来竞争那我会取1队晋级。那本次的赛制是采这种双败淘汰，就是说有2次，至少你有2次的一个机会。那每一队都必须要滑2次。对，没错。那每次都要尽量把自己的实力拿出来。第1次没有晋级没有关系还有第2次跟第3次的这个机会了是，第2次是所谓的败部。如果说他在第1个场次的预赛没有办法晋级的话，他还可以有第2次的机会，能够在败部里面能够获得晋级。那晋级上去之后，当然遇到的对手也会相对的比较强劲一些。那就算是在第1次预赛滑到第1名的队伍，其实也还需要再滑1次。是下午对。所以这其实对于选手来讲，体能算是蛮考验的，因为蛮多的选手可能今天必须要滑到至少2次以上。如果说有晋级到最后的冠亚季军的话，甚至有可能需要滑到3次的。是的，没错。尤其是刚才主播也有提到气温的部分，那今天其实湿度也相对高，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对选手的体能是一个负荷。好，我们看到在出发点这边已经鸣枪出发了。第1道是大地正红，第2道是台湾风暴，以及第3道的法巴女神龙。现在都已经从起点出发。那今年的赛制是采300公尺的一个直道来进行所以对选手来讲，像这样子的比赛300公尺的距离其实不算太长。那如果说是一般的业余的选手，平常是不是可以经过一些短暂的练习，或者说自主的一个训练，就可以来参加这样的比赛？是的，没错，因为我们大部分的选手都是社会人士，都是业余来组成。那平常除了你有自主训练之外，可能也必须要透过水上的专项来做辅助训练。好，目前看到台湾风暴跟法巴女神龙速度还蛮快，尤其是台湾风暴。第2道台湾风暴现在是目前是占据第1名。对，没错。现在应该有领稍3个奖位左右，对，3个奖位。因为目前应该是一个涨潮到最尾带平潮的阶段，所以在我们这个水域应该是水深是最深的状态。那木龙相对又比较重，刚才主播提到的300公尺，其实从无氧转到有氧的状态，选手的体能调配非常非常的重要。目前看到台湾风暴应该是占据第1啦，那第2的是法巴女神龙，那第3名是大地正红。是法巴女神龙是在我们百灵水域还有在微风水域这边组合成的女子队伍，花的时间也非常多。那台湾风暴应该是在碧潭水域上练习的队伍，都是非常认真练习的强劲队伍。好，所以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已经通过终点了那透过肉眼应该就可以判断出台湾风暴是分组的第1名了所以也代表说法巴女神龙跟大地正红必须要去进行败部的这个第2场的比赛。那刚刚其实谢教练有提到，就是所谓的木质的龙舟啦。那其实龙舟的材质，除了木质之外，还有什么样子的其他的材质、其他的种类吗？哇，这个木龙其实我们大概可以分3个部分组成，龙头、船身还有龙尾。那各位可以看到，其实在木龙有蛮多的形式，在百灵这边的木龙相对是属于比较狭长型的。我们如果看到在中南部的木龙，
还有所谓的胖胖龙或者是泡泡龙，它的体积更大，它的选手的桨位甚至于是可以半站姿或者是半跪姿来做滑行。所以其实在传统的龙舟竞技活动上面是蛮多文化的元素蕴含在里面。那目前我们采用这应该是比较属于可以竞速的木龙。等于说它的这个宽度没有这么宽，稍微窄一点的，那整个阻力也不会像那么宽的龙舟这么大。是的，是的，速度也会比较快。是。但是相对选手来讲，都还是一个负荷，因为毕竟现在的国际趋势或者是选手目前日常在练习都是所谓的 FRP 玻璃纤维的这个竞技龙舟，所以船身的重量可能都会有超过2倍到3倍左右。对于选手的适应性，必须要很快的能够调整过来，包含到坐姿，你自己的划桨的姿势也都要调整。像现在选手的这个坐姿的高度，髋关节可能都已经跟船舷是呈现平行。那如果是在竞技龙舟上面，你的髋关节应该都还在船舷的下方，那你的身体的活动度上面可能都也必须要做调整。对，看得出来大家都非常的累。对，300公尺虽然说看起来好像不长啦，但是真的用尽全力去划完之后还是气喘吁吁。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第一组结束之后，现在看到 B 组第2组的比赛，好，准备要来进行。B 组我的了解应该也是社会人士对上比较年轻的民传学生，民传学生在最近的这2年的成绩也是进步的非常的多。这点非常好，我们的龙舟运动也能够往下扎根到学生队伍，而且能够再扩展到更多的学生族群，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好，我们看到在刚刚 A 组的一个成绩哈，第1名台湾风暴是2分，2分整啊014，那法巴女神龙是2分第2秒，那大地正红是2分18秒，所以其实这样看成绩，其实差距还蛮大的。如果说，平常这种练习量，可能一般上班族真的不会到很多了。那比起这种，真的可能每个礼拜就练一次的这种，或者说你每2、3天天气好就会到旁边去练习的这种队伍，那个实力的差距，那种速度就会出来啊。是的，没错。主播说的没错，那一般我们在练习的时间都是蛮早，可能5点到7点，大家都还有自己的工作还要忙，所以除了自己的水上专项训练之外，自己是不是能够再利用空暇的时间，再到健身房或者是到河边跑步练一下自己的有氧无氧的部分，也能够协助到自己的体能。现在看到第2组 B 组，第1道是玫瑰马卡龙，第2道是民传旭元虎鲸。第3道是简单滑，我们等一下可以再稍微观察一下，因为有提到水流可能在接下来会是慢慢的退潮跟选手们之间就是一个反向。所以可能稍微时间上会慢慢的增加，随着我们的时间9点10点，可能等一下的选手在面对到这个水潮的这个因素，可能会相对的更多一些，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成绩的结果。其实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看到选手上来的时候，不管滑赢滑输，大家都是很开心的笑颜，这个是我们在龙舟运动上面看到最好玩的结果。对。毕竟我想，精神杯的一个比赛性质，虽然说也是有竞技的因素在里面啊，竞技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哇，这应该1年1次大家的这种相聚的时光啊哈，看到老朋友都会特别的开心。是的，是的，没错。平常在河道上面厮杀给力，但是下了场下之后，大家还是一样都是好朋友，在码头边、在岸边都是相互聊天，探听一下军情。我们画面上现在看到是拿着一根绿棍子啊，这个绿棍子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竹竿其实是在协助我们的船只做一个方向的调整。那因为毕竟我们这边也属于半开放式的水域，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基隆河域，那基隆河域它还是会朝向外海，所以也是有一些水流。那这个竹竿是协助我们的鼓手把船头做一个矫正，那能够维持确保它的方向是朝向我们的终点。而且必须要确保3个水道，对，3个水道的3艘船啊，都必须要保持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面，而且不可以超出去不可以偷跑。是没错，而且在岸上有一个标旗手，这个标旗手他会在口令预备前协助这个龙头这个龙首的部分是有标旗对正，我想这也是我们尽量做到这个比赛公平公正的一个起始点，让大家都能够以龙会友，但是也有个公平的这个竞争规则。好，所以下一个组别我们看到 B 组3艘已经在起点做预备。那除了在起点这边的裁判之外，其实我们看到场上有蛮多这种快艇会来回的在巡场那可能包含是选手安全，可能包含是这个水道的一个整洁整理了是没错，应该这一个部分有2个区块，一个是我们的消防局的学长学姐们负责在我们救生的这一块，那当然我们希望不会用到他们的这个专业。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裁判老师，在我们的选手出发比赛之后，能够在后面做介护，那同时也是一个竞赛规则的一部分。那最后就是我们辛苦的大会工作人员，因为我们这边还是属于开放水域，上面虽然有拦污绳。把大的这些脏物啦，或者是一些枯枝树木，把它给拦截住，但是总是还是会有一些漂浮物会下来，所以他们还是必须要做一些整理。就今天的这场比赛，其实参赛队伍63队，可能真的比到结束要到5、6点，所以现场的不管是裁判还是工作人员都蛮辛苦的。是，每次都是一个挑战。像我今年应该已经服务到第4年、第5年了嘛。这个每一年回去，大概身上都会多一件背心，皮衣的背心。对，所以每一年都越来越有经验。那我想我们在出发台的工作人员也很辛苦，因为他们那边几乎是没有遮蔽物的。对，也辛苦他们了。现在起点包含选手的这个身份的确认还有这个龙首的一个摆正以及对齐有时候就会进行蛮长一段时间，因为毕竟现场是有风势的所以整艘龙舟的一个摆荡或者说被风吹到可能前后的摇晃，都会去影响比赛的进行。是的，没错。那甚至我们讲更细一点，就是说现场的这个波纹波浪，在整个水道的这个河面其实每一道可能都不太一样，甚至我们刚刚有看到裁判其实有来回去做一些整理那这个快艇驶过的地方它的波纹就会比较大一点。是，我想我们裁判老师还有工作人员都会尽量在比赛要开始之前，把自己的船速还有他开船的这个位置把它做调整，例如速度减缓，或者是他开船的位置可能要靠近岸边。那因为水道它深浅可能稍微都有一些不一样，那我们也尽量把这些变动的因素把它给降低，让这个比赛回到最公平公正的这个状态。那场上在比赛，我们看到场边其实有蛮多附近的居民在岸边这边来运动以及骑脚踏车时不时会看到蛮多居民就是在旁边栏杆趴着就看那我们如果说今天应该是不用上班如果说观众朋友有空的话，也欢迎一起来到社子码头这里一起来观看很特别的龙舟赛事。一般来说，我们可能在电视上才会看到但现场看的那个感觉是不太一样。对，没错。我想
在台北市生活水岸的这一块，大家都有很多的机会穿上球鞋、布鞋就去打球，或者是跑步进到健身房。那比较个人单项的运动，或者是团队的球类运动。但是要上龙舟这件事情，就的确相对的不容易。人的一生一辈子有多少次可以接触到龙舟？那可以跟一群好朋友想办法把可能10几20个人的不同的样态划成一个人，那的确不容易。好，我们看到 B 组这边已经是在起点已经出发了。第一道是玫瑰马卡龙，第二道是名传血缘虎鲸，以及第3道的简单滑。名传旭源虎鲸也有一个赞助商，是我们旭源营造的这一个董事长朱董事长来赞助，那是一个非常这个热衷于龙舟运动的一个企业，那我们也非常开心有更多的企业来关注到这一项运动赛事，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企业结合。我们现在看到第3道的简单滑，速度非常的快哦。其实我们可以关注一下队伍在合力比较好的话，他们龙头的破水，也就是水花、浪花的部分的长度，还有它的高度，就是呈现出他们整队的练习合力的结果。那如同主播所说的，现在的简单滑的确呈现的运动状态是比较好的。谢教练所讲到这个破水。合力的部分就是说，第一个是选手的力量，第二个是可能场上10位桨手他的一个整齐度同步，就是说每一次的入水跟每一次的划桨跟离开水面的这个时间点是同步的。是，我想我们主播也非常的专业，马上把我的合力给点破了。那我想我们龙舟在水上的运动项目这一块是尽量把2个人划成1个人，4个人划成1个人的样态，因为否则左右不一致，前后不一致，这一艘船是事倍功半，对，达到1半的效率而已。哇，现在我们看到第3道的简单滑得不简单哦，速度很快，而且已经通过了终点。那第2名目前看起来应该是第1道的玫瑰马卡龙及名传血缘虎鲸也通过了终点。整艘龙舟其实我们看了，除了10位桨手之外前面还有鼓手以及后面的舵手。那鼓手跟舵手的用意以及他们的作用是什么？鼓手其实我们可以说是一艘船的灵魂。基本上他负责的工作是给予整艘船一个明确的节奏，同时也跟第1位桨手，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领桨手做沟通。例如说他发现整艘船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状态，他可以马上跟领桨手做沟通之后去做调整。另外一个非常属于心灵鸡汤的功能，就是要去激励整队整船，因为我们今天是划300公尺，可能到后段的时候大家体能会比较衰竭，它必须要尽到一个激励的功能。那在舵手的部分，当然就是要很明确的去掌握到方向。那也因为开放水域的关系，很多的外在因素，例如说风声或者是一些其他队伍的干扰因素，我们的舵手除了掌握方向之外，也要去提醒我们后段的选手，如果没有听到声音的时候，他可以去做一些提醒。对，所以其实整艘船是在这整个行进的过程当中，是一起给予这一个比赛，给予这一艘船从起点到终点都有给到自己的工作内容。所以不仅仅是桨手在累了其实舵手跟鼓手也必须要时时的注意那我们看到在这个组别，简单滑用2分02秒12的一个成绩占据，应该不是占据就是确定是在 B 组的第1名了那后续我们看到是玫瑰马卡龙的2分12秒03，以及名传血缘虎鲸的2分16秒28。成绩看来应该已经有比第1组，就是 A 组的部分已经稍微多了一点时间。对，不过当然龙舟的竞争是动态的，有水域也有各队的状态，
但是我们可以再观察这个水流给选手造成的影响。甚至我们讲跟你的对手强度也有关系。如果说，毕竟今天至少是要滑2场，所以有些选手、有些队伍可能会因为领先的幅度够大了，所以不管是鼓手还是说桨手自己本身会为自己保留一些体能。是的，没错，这就是配速的要点。那看到我们现在要上场是 C 组啊，第一道是 Will Power， 第二道是远东国际统计会啊，第3道铭传旭源独角鲸。刚刚是虎鲸啊，现在是独角鲸。对，学生队伍这次的人数蛮多的，也非常的欢迎他们都来参加这次的比赛。那这3队也都是在我们基隆河域上面，练习的非常多的队伍，希望他们能够有好的成绩展现。好，现在第3组已经出发，看到第3组的这个出发的一个准备时间就非常的短啊。看着场上10位桨手，照着前面鼓手敲打的节奏啊，一桨一桨的向前滑。那目前排名第1的应该是第3道铭传旭源独角鲸。其实我想，领桨手跟鼓手之间必须要做一个充分很好的搭配。那领桨手其实他也是整队的灵魂之一，他必须要感受到整艘船目前的律动跟节奏。鼓手会去引导领桨手，领桨手也必须要告诉鼓手，他现在整艘船他的感受是如何，怎么样去把这一艘船的节奏带到是最舒服。那现在看来，这个学生队伍领先的幅度是非常大，将近有大概1个半以上的船身。那后面我们看到Will Power 跟远东国际统计会2队就还蛮拉锯的。不过其实，在预赛的第1场次，如果没有拿到第1名，后续的名次就不是太重要。是他们都会到第2场复赛去做晋级，也希望他们能够有好的成绩。那当然，也可以说也有一些策略性的考量，不过我们都希望在这样的比赛之下，大家都尽力去取得胜利，对，这样让比赛能够更刺激、更好看。毕竟这是预赛的第1场，所以双方不管是领先的队伍，还是说落后在后面的队伍，都会稍微保留一下。那可能真的要到可能要被淘汰，或者说角逐最后那个名额的时候，才会把吃奶力气全部都用出来啊。是的，是的。不过当然，在第1场预赛能够抢先晋级，这个心情会比较稳定。你的第2场的复赛的准备时间、体能恢复也相对的会比较好一些。那在我们精神杯这边也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的舵手是可以参与划桨，就是说他可以助划。就看我们各队的舵手是不是在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他对于这个船只的掌握，他能不能够也做到平衡跟参与助划。那我想舵手的舵是比较大一些，在尺寸上面、舵叶上面比较大，当然重量也相对多，所以舵手在木笼上面大部分都是以男性居多，他力量比较大。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他能够桨叶入水再往后拨水，他的行进效果也是可以得到一定的帮助。好，我们看到在这个组别排名第1的应该就是我们的铭传旭源独角鲸2分01秒的一个成绩啊。其实我们看到这3组好像大部分排名第1的大概就是在2分钟左右啊。是。所以我们看完了在公开女子组的一个预赛，前面3组都已经进行完毕了，那包含在前面的第1组 A 组是台湾风暴排名第1，划出2分整那在 B 组的部分则是简单划2分03秒的一个成绩。那 C 组则是铭传旭源独角鲸是划出了2分01秒。
那这3队不需要进行第1场的败部只需要进行准决赛。那目前看完了公开女子组的赛程之后呢，我们现在要看到是男子组公开男子组的比赛第1道我们看到是彩虹重骑长风第2道是 Will Power 以及第3道的造浪者。男子组的力量可能就比女子组来得快很多，而且强很多了。是。等一下我们可以注意他们在起航出发的时候，船手龙头破水的一个状况，可能应该现在可能已经稍微要开始退潮了。我们可以观众跟主播可以来观察他们破水的这个状况。就我所知，这3队都是力量非常大的队伍。看到场边，哇，这里裁判就很明显举起了红旗。对，这是一个标示旗，准备开始了。好，那现在3队都已经出发。第1道是彩虹重骑长风，第2道是 Will Power， 以及第3道的造浪者。速度跟力量明显跟女子组就有蛮大的一个差别，那尤其是现在领先的应该是第3道的造浪者。的确，这个船头的浪花其实都已经有将近到鼓面的这个高度了。不过 Will Power 不错，好像3队好像都还蛮接近的是，尤其现在第2道的 Will Power 也追上来了。Will Power 在这边的水域练习比较多，想对这边的水域也相对了解一些。后面的100公尺是冲刺的阶段，我想才是真正的关键。哇！现在 Will Power 追过来了，追上来反超了第3道的造浪者。现在大概就只有一个龙首的领先是。不过也因为男子组的选手体重也相对会比较重一些，所以船只会比较下沉，阻力相对也比较高一些。那必须要靠选手的力量跟合力，整齐的入水跟出水，把滑距做完，这个来做到推进。哇，非常接近那看起来应该就是 Will Power。恭喜 Will Power， 而且差距就真的是一点点听这鸣笛声是蛮接近的。前面我们看到造浪者其实速度还蛮快的，起步非常的快，但是到中后段就开始就被 Will Power 给追过来了。这样就还蛮闷的，就是说你在预赛的第1场原本的那个领先，结果到落后，而且是差一点点的情况下，等于说你花了很大的体能浪费了很多的体能，结果没有办法抢到这一张晋级的这个门票。我想在这一组3队都应该是用尽全力，没有人想输。那刚才也看得到，其实每一队的奖评还有技术面都不太一样。那如果以 Will Power 来看的话，事实上他们的完整度是相对比较高，因为以船头破水的这个长度，应该是它的滑距还有力量都能够集中在一起，所以我想赢得这场胜利应该是实至名归，恭喜他们。待会来看一下3队的一个成绩。
好，这边成绩出来之后，哇，所以男子组这边真的是可以来到2分钟以内的一个秒数哦。那第一名确实是 Will Power 的1分53秒49，那第二名是造浪者，哇，也是1分53秒97啦，也是53秒。那再来是彩虹终极长风的2分01秒。这时候可能就会插到我们刚才讲的舵手是不是有帮忙助滑个1、2脚，船手稍微的推进，对，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谢谢这2队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这个赛事呈现。虽然说造浪者没有晋级啊，不过到后面的这个败不复活，我想以他们的实力是非常有机会。是的，是的。不过还是回到刚才所讲的，就是在这300公尺的过程当中，选手必须要做到很好的配速调整，所以鼓手还有领奖手要能够跟整艘队伍之间做的沟通，就在这300公尺，可能就这1分53秒之内，就必须要做到很好的沟通跟整合。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B 组，B 组第一道是新北海山鲨鱼，第二道是焦糖马卡龙，第3道是远东国际同济会。这时候看到3队都已经出发，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在2、3水道的奖评是差异蛮多的。那木龙的特性，其实在奖评上面的高低，也会影响到它的船速推进。不过我们希望选手们都能够持续到300公尺。谢教练，你刚刚提到了奖评是讲的入水的深度吗？奖评是指我们在每1分钟所划出来的频率。那我想在划的过程当中，选手们是否有得到充分的休息时间？我们如果以1分钟60秒来看了的话，可能你一个60秒的区段，你是滑60桨，或者是你是滑到70桨，那选手在这个过程当中的配速是否能够去得到休息？那现在看来第2水道的奖评稍微高一些，但是奖评也是能够堆叠出速度，他现在已经领先大概有1个船身了。现在第2道的焦糖马卡龙。看起来应该是很有机会拿下这一组的第1。看起来应该是没有问题了。最后是通过了终点。所以在公开男子组的部分，B 组的第1名就是焦糖马卡龙。恭喜焦糖马卡龙！哇，他们还有旗子。是的，非常好，这个是我们龙舟队的文化象征，非常好。船队的灵魂。那一般我们在赛程结束之后，都可以带上自己的队徽或者是我们自己的队旗，在返程返航的过程当中，能够举起自己的龙舟队旗。那也因为岸上有很多加油的群众或者是观众，自己的啦啦队，所以可以做摄影。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传统跟这个纪念。看到刚刚选手比赛的一个回放的画面，其实每一次的划桨大家会想到说，划桨是用手划，但其实它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它在整个划的
过程当中，它是包含从腿部的力量一直到核心肌群。是的，没错。其实在，龙舟运动上面有所谓的动力链的传导，从我们的脚蹬到髋关节到核心，带动到你的上手。那同时也非常考验选手的专注度，因为它是一直在反复的重复相同的工作、相同的运动模式，所以选手也必须要非常的专注，在跟齐我们前面的桨手的动作。脚打马卡龙划出了2分04秒的成绩。那第2名是远东国际同济会是2分08秒，以及新北海山鲨鱼是2分10秒。这是在刚刚 B 组的一个成绩。所以这一组目前看起来秒数会稍微多一点，秒数稍微长一点。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现在从这个水域上面的浮球。还有我们从对岸的这个指标，其实现在已经进入到退潮的一个时段了。我想到下午的时段，选手们面对的挑战会更巨大。对，希望选手们能够拿出更好的能力。好，画面上看到是11组的组别，第1道是台积逐梦，第2道是兴隆模板，第3道是民传旭源蓝鲸。看起来是2个社会队伍跟一个学生队伍。民传旭源其实有蛮多队伍的，是。他们是以这个鲸鱼作为名称的队伍的名称来区分。前面虎鲸、独角鲸，那现在是蓝鲸。蓝鲸是。看后面有没有座头鲸、杀人鲸？是，名字越凶狠了，应该是应该是实力越强吗？对。如果我们平常在水域上面遇到的时候，他们都是以混合的形式在练习。那我们也很乐见在我们的水域上面有更多的年轻族群，还有不管男生女生都一起来参与这一项全身性的水上运动。C 组3队也已经出发。这个船头的水花不错。我们看到第3道第3道应该是民传旭源蓝鲸。这个破水的感觉好像都蛮稳定的。有些队伍其实它破水这个激起来的水花，它是一阵一阵的，那节奏很明显。但他们这样看起来好像就是一直都有维持在一定的高度。那这样子对于比赛来讲是比较好吗？还是说有它的优劣都有？对，是的。基本上我们能够把船只维持在一定的水平高度上面，让阻力是稳定的。那船只能够有一个水平方向性的往前行。因为如果船只是翘起来的话，其实你的阻力相对是高。那如果能够维持在一个平行的状态之下，是好的。否则你上下点头，一般的队伍可能也会滑得不舒服。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现在在调整一个配速了。现在看起来，民传旭源蓝鲸好像刻意的在把节奏给放慢那第2道的兴隆模板速度其实有在往上加，但是剩下的距离可能是不够的。对，我想这也是刚才所提到，就是说在鼓手他对于整个竞赛过程当中的动态，他能够完全理解对方，还有整个局势，他就能够帮选手们调整这个体能。好，时间也是蛮接近的，从鸣笛声。
所以3队都已经通过了终点。那铭传旭元蓝鲸应该就非常确定啊，是拿下这一组的第1。恭喜学生朋友。如果我没记错，船上应该还有我们来自于国外的学生，非常活泼的一支队伍。所以其实龙舟运动不止在国内，我相信在亚洲甚至于在欧美，其实都是一个全世界风行的运动。听不到，叫我听不到。看着每一位选手在划桨的这种卖命的神情，而且其实我们这样远远看不太出来，近看才看得出来，原来每一次的划桨都是用尽全身的力量。对，尤其现在已经在退潮的阶段了，这个反向其实我们船只的行进方向是顶着水流在走的，所以选手在把船只往前推进，他所受到的阻力是更重的。我们看到最后的成绩，铭传旭元蓝鲸是划出了1分59秒哈，那新龙模板只是2分04秒，台积逐梦只是2分12秒。所以我们看到铭传旭元蓝鲸在最后应该可能有100公尺的一个距离是把节奏给放掉的，把速度给放掉的情况下，还有办法划进2分钟以内。是相对有比较保留实力的。好，再来是我们地主队伍社子岛的前辈们，台北志工队、社子岛还有旭元50家，都是在我们基隆河域上面的前辈大哥们。第1道是台北志工队，第2道是旭元50家，第3道是社子岛。其他队伍比赛可能是要开车，或者是昨天晚上住1天。社子岛当地的队伍就是起床，是走到旁边就是比赛场地了。是的，我们还可以买一杯咖啡，慢慢悠闲的走过来，还不用找车位。是，对。我们这水域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好像是自己家隔壁的码头，所以是蛮方便的。那也希望有这样子方便的一个水域，大家也能够充分的来利用，能够多组队啊，来投身这样子非常好的龙舟运动，全身性的这个水域运动。那其实我今天走过来的时候有发现，就是在这个河堤边呢，就是说在这个堤岸码头的一个水堤外侧的这个民宅上面都是一排旧公寓嘛。那这个旧公寓的4楼，其实就是可以看到整个比赛的场景啊。最佳观景台。对，河岸第1排是。其实之前我们在这边举办比赛，不只是我们的精神杯，同时也有城市杯，还有我们最近有越来越多的社会队伍，例如说政治大学 EMBA 的这个龙舟赛，也有这个企业的，例如说台达电子，他们也都有陆陆续续的组成龙舟队伍，或者是嘉年华会的方式在我们这边举办。所以事实上，在周边的居民也好，或者是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民都可以去参与这样子的运动，其实是蛮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活络水域的发展，
那周边的民众也多了一个去处，多了一项马上就可以接触的运动，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城市活化，也能够在例如说我们有一些好朋友是从花莲过来，或是今天也有队伍从彰化过来，我想他们可能也需要住宿，可能稍晚一点会到士林夜市去吃吃喝喝。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促进地方经济，甚至于是城市行销观光的一个好处。我想多推广。住在附近的居民哦，慢慢也可以去了解，在设置当地的一些龙舟文化哦，因为毕竟龙舟文化，我想也是传承非常久的一段时间了啊。今天早上看到还有一些即将的仪式，就是说在比赛开始之前主办单位有进行即将，就是说划过一次之后还有一些敲锣啦，或者说是纸钱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这样子的仪式。其实这些东西平常可能一般人是不会去接触到的，但是办在河岸公园、清水公园，其实场边就有非常多的一些当地的居民啦，在这边运动就可以观赏。是的，没错，这些文化体验，相信对很多人来讲都是很难以见到或是没有体验过。那我想我们这是文化传承的一部分，是非常的难得。好，现在第一组已经做好最后的准备，鸣枪出发。哇，目前看到第一道这边的角度好像稍微有一点偏掉了哈，是往镜头的方向在加速的哈，所以出发之后马上后面的舵手赶紧调整一下。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很明显了，刚刚舵手就偷滑了几次。是，对，应该还是可能有水流的影响，所以有在调整一些方向。现在第二水道应该是有比较好的呈现。所以我们看到哇，其实光是出发的一个方向，光是方向就差蛮多的哈。对。尤其木龙有一个特性，因为它也相对比较重，所以当它起航之后的惯性，你要在有偏的角度要再拉回来，它还是会有一个时间性，它会有一个轨迹。对，那选手可能会因为这个偏摆，他可能会滑得不是很舒服。不过，这就是大家要去磨合，要去互相体谅的地方。哇，现在我们看到第二道速度很快啊，旭元武士家，真是武士精神呐！现在是一马当先，领先目前第三道设置岛，算是蛮长的一个距离啊，这可能起码也有3个转身的一个距离了。是的，没错。我想，旭元武士家是我们在基隆河域上面的前辈哦，他们已经集结在一起练习超过将近1年多的时间。他们如果我没记错，他们1周至少练习将近有4次，那每一次都是在天还没亮，大概4点多、4点半、4点45就要集合热身，那练习都至少1个小时的时间。那因为还有很多是社会人士嘛，都必须要工作，所以大家就尽量找可以一起集结练习的时间。哇，也恭喜他们，人家还没有到终点，他们已经先掉头了。恭喜他们。不过这个要小心哦，因为回来的这个路程，像现在这个就有点危险了。是，这就有一点危险。是，所以赶快把这个船手的位置再调整一下。这个裁判应该等一下会提醒他们，因为我们全部都是要3艘船通过终点之后再右回转，因为应该在检录区的时候，我们的检录区老师都会提醒他们通过终点之后往右回转，但是必须要是所有的船只都通过终点之后，以确保所有选手的安全。好，所以这边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啊，就是说在通过终点的时候，还是继续要往前走了啊。看一下刚刚的比赛的画面啊，旭元武士家应该就没有问题了，是这一组的第1名，速度非常快。而且他们，鼓手
头上还戴了一个 GoPro， 是，再可以去，就是说去记录，就是现场比赛那个状况啊，还有选手卖命的那个神情。我想更主要的功能是能够把整艘船在竞赛的过程可能发生的状况，在岸上能够马上的去呈现，然后去做检讨，在下一个场次马上做到改进。例如说在技术上面，又或者是在口令沟通上面，他们可以马上去做调整，用来做检视之用。哦，那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一组已经出发喽。一组的部分是台湾风暴、大地勇士跟台北东区福伦响叮当。第一道是台北东区福伦响叮当，第二道是大地勇士，第三道是台湾风暴。目前看起来台湾风暴的速度非常的快。哦，第一道的台北东区福伦响叮当，好像没有打鼓是，在精神杯这边并没有特别要求要积极击鼓，我想在各个船队之间就可以留给他们去做取决，因为我们平常在练习的过程当中，鼓手是并没有真正的在做击鼓，但是能够有一个鼓声来做提醒选手，其实也是好的，不过就看各队的决定。虽然说没有击鼓员，但是台北东区福伦响叮当，他们的速度其实也不慢哦，现在追上来变成第2名了。那看起来应该就是由第3道的台湾风暴拿下这一组的晋级资格。恭喜台湾风暴！哇，这个差距也是非常的大啊！哦，这里也是马上转向了，要小心。对，真的真的要小心啊！所以舵手在过终点之后，因为船只的惯性，真的必须要把它给掌握住。我们不希望在这比赛过程当中有任何人员的受伤。这个位置其实已经去，等于说是已经碰撞到第2道大地勇士了。那后面的桨手是帮忙把这个船手2艘船给分开。对，我们看到选手上来，不管是第几名，其实脸上的这个笑容都是很开心的。其实跟着好朋友一起划船就是这个好处，不管第几名，一起划完就是开心。台湾风暴成绩2分11秒，2分11秒的一个成绩。好，那第2名是台北东区福伦响叮当。好，所以这个秒数看起来就真的跟今天稍早的这个组别有一段落差。是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在 F 组旭元人是第1道，第2道是山村 Cloud， 第3道是消波快。
卡送贴纸，根本就是个人啊，我们的那个啦，个人写真啦。没意思，没有揪一下。以后来那个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计划。好，就这么说定。刚才主播可能应该会发现到，我们这边的队名有蛮多都是旭源。其实旭源是一个营造的企业，那它最近在近年投入龙舟的这项运动，其实是蛮多的。刚才的民传大学，还有这个武士家，就是我们比较常青的队伍。那同时还有他们自己的企业。所以事实上，我们也很欢迎更多的企业队伍来参与投入，包含台积电子这样子的大型企业。在前面 C 组我看到台积逐梦了哈，可能就是台积电的员工。是的，没错。那现在我们看到在 F 组啊，3队都已经出发。我想这样子的运动，这样的活动也可以慢慢的变成说是一个企业的文化，就是说每年老板就规定要来参赛啊，所以你大家要找时间。是的，是的。假日的时候大家找时间练习。对，我们一起来晒太阳，一起来动动筋骨。不过我想真的要每天的这种，你每次要练习都要很早起床，可能都4、5点左右就要到现场啊，去开始练习。那为什么要这么早？最主要还是因为太阳的关系啦。如果说你到中午的时候才练习，哇，那可能你滑一趟上来就脱水。是，没错。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也必须要工作要上班，所以社会人士大部分都是抢着大家能够一起集合在一起的时间。那当然周末也是可以的，大家的时间稍微会比较长一些。好，现在我们看到场边，哇，这都有啦啦队了哦。在经过啦啦队的时候，不管是亲朋好友，都会在场边帮忙加油。或者是说滑完回来之后啊，不管有没有拿下分组的第一啊，都是用掌声啊，用欢呼来迎接自己的队友。对，这是我们所谓的星光大道。好，这个如果我们导播可以 take 得到的话，这个星光大道在这边是非常的重要的。摄影机都应该，选手们都非常的乐意走这一段。你看，现在还有一队准备要通过星光大道。对，这时候面部表情就很重要，面部管理就很重要了。待会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现在看到目前排名第一的是旭源人，已经通过了终点。其实龙舟运动好玩的地方是，可能在竞赛过程当中，大家如何把10个人或20个人划成1个人的样子，那去验证自己在练习过程当中的磨合，那是否得到一定的成效。那至于名次的部分，由于刚才我们提到龙舟运动毕竟是一个动态的竞争，你的队伍的竞争对手的队伍实力，又或者是水域的一些外在条件。那但是在回程上岸，你可以看到所有的选手都是非常的愉快的神情。那输了当然会比较落寞了，不过我相信选手们彼此的心灵上面应该都是有一定的收获跟成长，这是非常好的。当然比赛就会有一些期待了，希望说可以晋级，希望说可以拿到名次。不过我想这样的比赛啊，其实对于已经出社会，而且在社会上有蛮长一段时间历练的这些长辈，我们不要说长辈啦，大哥大姐们是啊，其实能够真正参与这样一场比赛，其实是非常好的。对他们来讲，也可以算是一个回忆啊，曾经的这种年轻热血的这种感觉啊，又找回来，又想起来那个当初的那种感动。是的，没错。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一组是阿卡巴主力，还有我们的彩虹重击沧海。阿克巴主力是我们的原住民队伍，非常强劲的实力。对，我们来看一下他等一下的呈现。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他的原住民语的意思是不要顶嘴。我们等一下看他们是怎么样让大家们不要回嘴。对，
跟我们的好朋友的队伍，哪一组的哪一组的这个母语了哈？哇，这个水花很可以。启航的这个快桨的水花也是非常的好。因为目前参赛组别的关系有22队了，所以就是有 G 组、H 组，就是2组就是2队2取1。那这两组等于说这4队其实运气还不错，啊，是被排在2取1的这个位置上啊。所以如果2队实力差距真的是比较大的情况下，那2队都可以比较轻松一点。是的，是的。所以刚才提到的龙舟的动态竞争。所以其实这也是条件之一，那选手们也必须要很快的做到心情的调试。目前在第1道的应该是阿卡巴主力啊，第2道的是彩虹重击沧海啊，所以领先的应该就是不要回嘴啊。是的，对，舵手也在很轻松的帮忙助滑。对。我们现在看这个船型的这个动态还是维持得非常好。很优秀的队伍。恭喜阿戈巴主力。好，所以这一组我们就恭喜阿卡巴主力成功的挺进到下一个阶段啊。好，所以我们看到阿卡巴主力这边是2分17秒，那彩虹终极沧海这边是2分27秒。好，所以秒数真的跟早上的比赛差蛮多的。现在的水位差跟我们开赛8点半出头，已经将近有快要1公尺的水位差了。在我们基隆河这边的水域，以我们码头大概有潮差大概有3.5公尺深左右，所以其实对于桨手本身的水感，还有整艘船的船感，如果够敏锐的话，其实是可以感受得出来的。其实我们看到是彩虹重击破浪对上南极冷冻壮年，啊，冷冻壮年是在第2道。那彩虹终极破浪是在第1道。这时候鸣枪出发。哦！歪掉了！啊，有追尾了。是，哇，那这样子的话，只能说要花很多的一个时间跟心力去调整这个
船的方向哦。是。第一道的彩虹重击破浪，哇，这算是出现巨大失误了。对，比较可惜，因为他们也是练习相当多的队伍。不过因为慕容的重量比较重，那个惯性如果偏摆之后没有马上抓回来，那的确造成失误就比较多。那不过还是希望他们能够赶紧回到自己的航道，去完成这项赛事。像整个船手的一个方向控制上，会把全部的责任都放在桨手身上吗？这个舵手身上吗？还是说桨手其实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一个帮忙？是的，没错。主播刚才提到这个应该有分2个区块，一个是在船只的起航那一块，可能我们桨手的状态是不是让船只已经有左右平衡已经失去，所以船只的船头已经改变。那再来第2个就是，如果船只已经有所改变方向了，我们的领桨手或者是前面的桨手能够确认方向已经改变，而左右的桨手能够去协助把这个方向给拉回来。例如说，船只是往右边倾斜或者是往右边摆动，那左边的桨手可以协助帮忙把这个船只拉回来，那就不会单纯的只有舵手一个人的力量。所以这个还是回到整艘船的这个整合跟默契。不过我相信这个时候舵手的压力应该是蛮大，那我们也很希望他们能够相互谅解。这是一个船队相互成长的一个过程。好，所以在这个组别就确定是南极冷冻壮年成功的晋级了哈。那目前看到好像彩虹破浪就没有要继续完赛吗？调整方向还在后面，不过现在看到南极冷冻的大哥们好像只有4对半的桨手，是少1位的。对，少1位啊！这边画面上就看出来，总共是有9位。原本是应该要正常要有10位桨手了啊，但是画面上看到南极冷冻壮年只有9个人了哈。所以可能会出现这种左右不平衡的情况下，后面的舵手就要多加的调整。所以他现在也坐姿也相对比较靠右边。不过因为慕容也比较重，他的容许率也稍微比较高。如果是一般的 FRP 的竞技龙，他可能敏感度就会更高，他可能就会偏一边，桨手们在滑的时候就会比较不舒服。恭喜南极冷冻的大哥们。好，所以我们看到彩虹重击破浪是没有完赛的，那这个部分可能就要看看大会的规则是不是有后续的这个败部复活的机会了。哦，我们的哇，这个舵手抓错方向了，对，一开始就OK。好，那我想这一个回去队上可以一起讨论，出发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做更好。也希望说他们有后续可以出赛的机会啦，因为不知道比赛规则会不会因为没有完赛而取消资格，还是说是用弃权的方式来去处理。那希望彩虹终极破浪可以在下午的比赛继续看到他们。是的，是的。那接下来要看到是，公开男子组还有一个组别哦。DHL 应该是混合哦，混合组的第一组，所以 DHL 是第一道。那接下来是，目前看到这是公开混合组的第一组啊 ，A 组的赛程啊，第一道是 DHL， 第二道是大陆岸，啊，第三道是祖纳米。DHL 也是新的企业加入龙舟的一个典范，也是在前年的时候刚开始投入龙舟运动，那也很欢迎他们。好，现在我们看到3队啊，明利出发之后，目前应
应该是第3道的佐纳米，速度算是非常的快。混合组的部分啊，在规则上就至少要有4位桨手是女生啊。是。那舵手跟鼓手部分就不限性别。是的。所以我们讲最合理的一个配置，应该就变成说是4位女桨手跟6位男性的桨手啊，这样的力量是最强。是的。那鼓手可以配稍微比较轻的女生在船头，或者是比较轻的男性鼓手在前面。第2水道也是右边少1位选手。应该是佐纳米的这个加油团，跟着他们的主船在跑啊，要小心了哈！旁边是脚踏车道。好，现在看起来3艘距离算是拉得蛮大的，那应该就确定是索纳米。其实我们可以在过程当中听到船队会有一些口令，啊，也会有一些战术。那我想这都是每一个船队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会所要去培养的默契。那每一次的口令或者是战术在下达的时候，船员、队员、鼓手必须要相互去配合的。在教练的指令或者是鼓手、领桨手所给的指令，大家需要给予什么样子的元素？那要维持多长的时间？那怎么样做转换？我想这也是能够让队伍维持一定的稳定度跟得胜的一个关键。否则可能会有像刚刚有一些船队前面领先，然后后面可能最后输掉的一个状况。恭喜佐纳米。好，所以在这一组的部分呢，就确定是佐纳米拿下了第1。成绩的秒数哇，其实就已经差了蛮多的啊。这边参考秒数是大概是2分37秒了啊，佐纳米。不过也因为是混合组，所以在力量上面应该也会比较小一点，因为刚才上一组是公开男子组，都是男生比较多。再来看到这一队啊，这一组别，第1道是福卡瓦啊，第2道是华裔角，第3道是16 Sanity。其实现在太阳也越来越大，这也非常考验我们选手的这个体能耐热。好，鸣笛出发。现在我们看到3队
第3道的 16 Sanity 速度也算是蛮快的。我这一组其实3队好像实力还蛮接近的哦。在整个出发的一个时间，我们看到现在前50公尺，3队的差距其实并没有很大。1、2水道现在应该是相对更接近。好，现在是第2道跟第3道，还蛮接近的。第2道的滑一脚，第3道的16 Sanity。蛮接近的，1、2。好，第1道也慢慢的追上来哦。第1道是福卡瓦，对，来自我们彰化的好朋友。还差了有3个多奖位。哇，滑到最后50公尺，已经是精疲力竭了。体能都已经到极限了，因为这个组别3队实力都比较接近啊，所以消耗的体能就更大。是，那你前面如果说有些组别实力差距大的话，其实可能过了200公尺之后就可以放松了。对，没错，因为比赛实力越接近，也相对比较亢奋，肌肉也会比较紧绷。好，现在准备要通过终点。第1名应该就是第2道的滑一脚。我想滑一脚做得非常好，是他们几乎是整艘船都过了终点线才停桨，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呈现，而不是只有船头或者是领桨手过了就停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纪律。滑一脚非常的兴奋，恭喜他们！哇，所以在参考成绩的部分呢，滑一脚是滑出了2分37秒啊。到现阶段应该就很明显看到这种退潮的一个情况下，整个水流是逆流的所以对成绩来讲就有蛮大的一个差距前面可能都是2分钟，甚至有1分50几秒的成绩。现在我们看到在混合组的部分已经有滑到接近2分40秒，而且是分组的第1都还是接近2分40秒。现在进行的是 C 组，C 组的话，第1道是金比罗丸，第2道是郑汉利，第3道是 TFA。C 组的这3队都是在平时的练习上面都是投入非常多的队伍。金比罗湾在碧潭的水域，然后 TFA 跟郑汉利这2队都是在我们基隆的水域上面所做练习的队伍。目前看到第1道的金比罗丸
速度非常快。那第3道的 TFA 速度也还不错。金比罗丸其实蛮有特色的，是他们每一位奖手是一队一队，总共5个颜色，是没错，红色、黄色、黑色、蓝色跟紫色，是非常多元，很好。那像他们制服要做5套啊，对，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所喜欢的颜色，非常好。其实混合组的比赛，应该也是可以，就是说夫妻一起来参加哦。是的，就是每一队奖手就刚好是夫妻这样子，那交叉对坐，就一男一女交叉对坐，才可以平衡整个船身。是我们一般可能在排奖位上面，可能左右可能就是配重嘛。那如果刚才主播讲了这个，其实我们在一艘船只上面，可能父亲跟儿子一起划，或者是妈妈跟女儿一起划，这个的年龄上面其实是还没有限制的，所以常常有发生这样子的状况，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恭喜金比罗湾，我看到我们很多好朋友，他们这个衣服真的是5个颜色啊。好，所以我们金比罗丸是拿到 C 组的分组第1。好，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传说当中的星光大道？是的，河道上的星光大道。等一下，我们走这个引道的时候，应该欢呼声会更大。很年轻的一群。第一组目前看到，第1道是成就者，那第2道是正厉害，第3道是 Wolf 歪狼。哇，这个结合国语、台语跟英文呐、啊。对。Wolf 也是蛮多的国籍所组成的好朋友队伍，他们大部分也都是在碧潭的水域做练习。那这样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啊，就每个人都听得懂。对，我相信里面有很多我们外国籍的好朋友，应该台语也都不错。对，只是他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可能在船只上面口语很多。刚应该是 C 组这边震撼啊，应该是 TFA 吗？好像是划出水道取消资格了啊。那如果说是划出水道取消资格的话，可能刚刚的这个彩虹重击破浪，我们稍早啊播到的那一场啊公开男子组比赛，应该就没有后续参赛的机会啊。所以这也是讲比赛有时候残酷的地方啦。虽然说大家来比赛是很开心，但是规则就是铁律啊。违规的队伍还是必须要接受惩罚。对，赛事的简章放在那边，那可能他会有申诉，又或者是会有跟裁判老师的讨论。那我们当然也希望所有的参赛队伍都能够顺利的完赛。那我们看到应该是金比罗湾这里是划出了2分52秒，哇！所以现在看起来。不仅仅是退潮的关系啊，其实现在我们看到风势也是越来越大。早上的风速还没有这么大，但现在的风势好像越来越强，而且太阳越来越大。这可能都还没开始滑就已经流汗了。是的，
因为从我们在检录区做检录，然后下到码头，再出发到出发浮台，其实我相信选手就已经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也开始在晒太阳，面对气候的考验了。所以他并不是只有在那300过程当中去做被考验的。好，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组的组别，第一道成就者，第二道郑厉害，跟第3道的 Wolf 外狼。旁边听到这个欢呼声，应该就是金比罗湾的星光大道。对，恭喜他们。对，现在其实我们透过画面上看到的水波纹，就可以稍微就可以观察到现场的风势啊，吹的是一个逆风，而且这个逆风还不是完全的逆风。你如果说是正对的逆风，那还比较好。那这个逆风是有点侧向逆风，所以不仅仅是会拖慢整个船速啊，另外还会让整个船手的位置产生偏移。对，很有可能，尤其是偏移的这一块，可能必须要靠舵手这边来做调整。对，他的舵必须要在水下很敏锐的去做调整。那面对到逆风，选手们的上肢动作也必须要很快的去做微调。哇，这一组竞争还蛮激烈的哦！哇，现在3队目前排在第3名的 Wolf 外狼哦，应该是成就者，在第1道的成就者原本是排第3，现在追上来了，追到现在应该是有机会来反超。甚至我们讲跟第1名的 Wolf 外狼也只有不到半个船身的距离。看来第1水道应该有机会在这后面的100公尺追上第2水道，竞争非常的激烈哦。哇，不过到后面这里好像没力了。最后的100公尺，看起来还是成就者可以保持领先。看来是已经超过去了。好，所以更正一下啦，应该是第3道的 Wolf 外狼保持领先。那成就者是反超了郑厉害，对，拿到了分组第2。恭喜 Wolf。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在下一个组别公开混合组的1组，这一组我们看到第1道是国防部秦大，第2道是 Zero， 第3道是拉瓦山。现在风势变大了，可能在出发台这一边的龙头的方向，可能也会相对的比较有挑战性，所以拿竹竿的工作人员跟鼓手也要非常敏锐的去调整方向，否则出发的时候舵手会需要一点时间来抓这个水感。第1道的方向也调整了。好，这里3队都出发了，
其实我们刚刚画面看到这个上一组成就者郑厉害跟沃夫花野狼在回程的时候非常的快啊，因为说是这是逆风的关系啊。从起点往终点是逆风，但从终点回来是顺风，所以基本上不太需要滑。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开玩笑，那个回程比比赛还要来得快，轻松多了。对，不滑都直接回来了。第二道的水滑呈现状态很不错。第二道是 Zero。好 ，Zero 现在算是遥遥领先啊。至少有一个船身多了，非常好。现在船只的动态很稳定，所以你看舵手都能够把这个舵拿离开水面，这是非常稳定的一支队伍。上一组我们看到分组第一的沃夫划出了参考成绩2分41秒67，好，所以慢慢的越接近中午的时间啊，成绩的秒数会一直在往上加了。真的越接近中午的时间，比赛的队伍真的越累啊。是。所以在这个休息的过程当中，上岸之后，可能选手必须要赶紧找到帐篷或者是阴凉的地方，去让身体做降温，避免在身体上面的耗能。不过今天是真的要讲，就是说在比赛结束之后这个太早回转了啦啊！这个如果说场边有警察的话，可能给你炸起来。对，这个我们必须要再提醒检录区的工作人员，一定要不断的叮咛跟提醒这些队伍。对，因为今天其实看到蛮多。不是只有一组两组，就可能很多选手没有去注意到这样的细节。因为我相信大家通过终点都会比较松懈，对，所以要不断的一直在叮咛跟提醒。好，所以这次我们就恭喜 Zero。参考的成绩是2分29秒哦，非常的快哦。训练非常有效率的一支队伍。接下来我们看到在 F 组的组别，第一道是 Luma， 第二道是摆渡人 X。以及第3道的艾路米疾风。好，两支我们碧潭跟三重忠孝码头的队伍。
可以看得出来，出发的时候每一队起航的奖评都因为战术而选择有不一样。这也关乎到后续的配速跟调整。前面我们看过啊，有看到就是在起航之后马上就是偏移了啊，所以会不会是有些队伍看到有这种状况，或者说他本身在练习的时候有发生过类似情形，他在起航的时候稍微把频率放慢一点？是的，因为我相信频率如果稍微慢一点，大家能够跟骑的状态也会比较快速能够调整。那我想大部分都是在快速的节奏之下没有办法跟骑，那可能左右的偏摆让舵手比较没有办法去掌控，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也由于现在的外在因素，水流、水波还有风向，其实都已经开始在影响跟考验着选手了，所以这也是会把起航的这个节奏跟战术也都必须要相应的调整。不可能一个节奏跟一个战术去应用到所有的水域跟所有的外在环境。现在我们看到，哇，第一道反超喽！第一道的鲁马反超了第二道的摆渡人 X。因为刚才第二道有一点歪掉，舵手在调整方向，所以领奖手把节奏稍微调慢了。对，那现在回到他们原本的航道，希望他们。哇，不对，这个应该是调不回来了。现在是变成说是左右摇摆的状况，可能会取消资格，小心不要碰到了。哇，这个是不是已经超出？哇，我们听到大会的广播宣判了第二道摆渡人 X 的死刑。可惜了，这也是一支很好的队伍。哇，在前面的150公尺其实滑的都非常的好了啊，但后面这边可能是突然的一阵强风，直接吹乱了摆渡人 X 的一个节奏。那现在变成说是晋级无望之外啊，也已经取消了资格。不过他们还是要把整个比赛给完成。对，要赶紧回到自己的航道。不过再去确认一下，赛事的简章，这一场可能没有成绩，但是他能不能够还有复赛的资格？应该要能够回到自己的航道去完成这场比赛。对，不过我相信这时候舵手的压力是蛮大的，必须要赶快做到心理的调整。那奖手也要能够去协助到他。好，所以在这个组别，我们就恭喜应该是鲁马，是第一道的鲁马拿下。鲁马划出了2分52秒的成绩。所以龙舟的竞赛过程当中，必须要大家都不放弃，在从出发的第一秒到通过终点都不能放弃，因为你不知道对手会发生什么样子的状况。那如果你因为落后而提早放掉力量，或是提早放弃，你很有可能在对手如果有一个什么状况之下，他们在调整过程当中你也追不回来，所以必须要随时保持一个很紧绷、很 focus 的一个状态去完成这场比赛。当对手出现状况的时候，你也可以马上超前去把比赛给拿回来。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居组啊，居组这边第一道是福卡瓦，刚刚有一个福卡瓦啊，现在是福卡多一个福卡，名字取得很可爱。福卡瓦。第二道是领袖力龙舟 B 队啊，第三道是南极冷冻青年。
知道待会有没有福卡哇？对，这应该是来自于彰化我们2队好朋友。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透过这种比赛队伍他们取的名字来判断哦，所以他们今天取的名字都特别的活泼，是代表说他们也是拿着比较轻松愉快的心情啊来参加这场比赛。对，因为在精神杯之后的6月初，端午的龙舟赛有大直那边的国际龙舟赛。那也有新北市的一长杯龙舟赛，所以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暖身，或者是阶段性的验收，去确认一下选手们在这段时间的练习过程。那当然，在端午节会是很多队伍的一个重大的赛事，利用这个精神杯来确保大家的训练有得到一定的成果。发现的问题、发现的状况，也能够赶紧去在接下来将近还有1个月的时间去做调整跟修正。我想这是更重要的，以赛代训，这是非常好的，这也是精神杯设计在这个时间点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想要还有一个蛮重要的重点是这个比赛的时间啊，因为大部分的队伍练习时候都是在清晨，是好都可能在4点、5点。6点的这段时间，可能6点多之后就准备就收了啊。是，那比赛的时程是会拉得比较长，像我们今天从早上一直到下午到傍晚，是啊，有经过中午非常炎热的这种超过30度的一个温度啊，对选手来讲，这个消耗绝对是比练习的时候还来得更大。没错，所以选手要快速的能够去适应。而且真正能够滑进决赛的，可能就是你早上一场，啊，中午一场，下午可能还有一场。对，所以如果说是300公尺，等于说你一天就可能要滑到接近1公里，加上你的热身啊，还有这个检路啦，以及从终点滑回来码头啊，加一加可能都已经有接近2公里的一个距离。对。而且下午晋级的队伍，可能它中间休息的间隔会越来越短，因为可能随着被淘汰的队伍已经减少了嘛，所以它的休息时间会更短的。好，这一组比我们看到目前在第3道的南极冷冻青年，速度算蛮快的啊。那第1道福卡瓦啊，也是紧追在后。福卡瓦的速度其实也蛮快的哦。后面有机会吗？看有没有机会追上来，好像还是差了一些了啊。对，不过奖评是有在提高。对，如果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队伍已经没有机会夺胜，那队内可能也有一些讨论，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去执行跟练习这个战术，为下午做准备。这也是一个方式。好，所以目前看到南极冷冻青年已经通过了终点。啊，那福卡瓦啊，现在也是通过终点。
场边我们看到，有些是已经完赛的队伍，那有一些是已经，应该就是说有一些是准备要来进行比赛啊，准备要来检录的队伍。是。那现在我们看到下一组是诺亚方舟第一道啊，第二道是黑潮，第三道是西滨公路桥下玩水的小孩。这名字不知道有没有长度限制啊？我好像到现在就只有日文的还没看到，其他的蛮多文好像都有看到。高门南极冷冻青年，参考的成绩是2分44秒。H 组已经出发，这一组的竞争应该可能会相对比较激烈一些。3队在起航的速度算蛮不错，也非常的接近。第一道现在慢慢的这个领先的优势有展现出来了，诺亚方舟，但是其实差距没有到很大，那就看后面是不是可以持续下去，而且要注意的是后面的舵手啊，要时时刻刻的掌握现场的一个风向。对，现在已经到后面的冲刺区，后面的100公尺。目前领先的还是诺亚方舟，那这个领先的优势慢慢的已经拉开了，跟第2名的第2道的黑潮已经有蛮长一段距离。第3道的西滨公路桥下玩水的小孩，现在也是紧追在后，不过跟第2名也是有一段落差了，所以现在看起来应该就是1、2、3名非常的明显。比较没有悬念的一组。这一组在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其实都非常的接近。三艘起航的时候，其实都还蛮接近，但是慢慢的通过了100公尺之后，差距就出现了。是。现在的条件，外在条件对选手的体能是一个考验啊，所以这也，看各位选手们在平时的体能还有训练的能力堆叠了。
好，所以在这一组我们看到，诺亚方舟拿到分组的第1，恭喜诺亚方舟。参考成绩是2分39秒，不错。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组第一道是法巴，第2道是摆渡人，第3道是领袖力龙舟 A 队。那早上的比赛会在大概10点40分左右结束那早上比赛结束之后，待会也会进入到开幕的典礼。那现在我们看到 I 组的3队都已经起航。第2道是摆渡人，第3道是领袖力龙舟 A 队。那第1道是法巴。1、2水道也是竞争比较激烈的2个水道。1、2道其实竞争还蛮激烈的速度都算蛮快的尤其是我看到是第1道的法巴，还有第2道是摆渡人，大概真的就差一点点，就是半个船身后续的加速可能就蛮关键的看现在是通过100公尺，最后的一个冲刺。看来摆渡人的船只是比较有一点偏的方向，舵手都要一直去做大幅度的调整，所以也可能比较有阻力。因为船只在偏的过程当中会有侧面撞水，那阻力就相对比较大。不过因为现在是在退潮，所以选手们可能动作上还有在入水必须要做一些调整。可以看得出来，1、2水道现在的奖评差异是非常大的，但是在第1水道这边的奖评慢，但是可能效率上呈现好一些。哇，这个很接近很接近。应该还是第1水道。我看起来好像第2道也蛮接近的好像是这样看起来，好像第2道有机会摆渡人会不会是这一组的分组第1啊？可能要看最后的成绩。这组的竞争应该是今天从早比赛到目前为止最激烈的一组。非常的接近，整路都是在紧咬着的状态。场边我们看到这应该是救生员，是我们消防局的学长们，也是很辛苦，因为他们完全没有树荫可以遮挡。那等一下的赛程上午的结束，也是必须要让他们回来休息。哇，非常的接近，
法巴这边是2分41秒52，摆渡人是2分41秒75。哇，所以等于说只有0.2秒的差距。所以摆渡人后面50公尺还是有在追上来，非常优秀的队伍。但最终第1名还是要恭喜法巴。是的，恭喜法巴龙舟队。那事实上，领袖力龙舟队其实也是在去年开始比较积极的投入龙舟运动的一个队伍，那人数也是慢慢的在增多。啊，我们也很期望能够再有更多的社会人士共同来投入这项运动。他们也是在基隆的水域上面来做练习。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 J 组。J 组的话，3队分别是世纪龙、Wolf、猎狼，还有创有一条龙。第1道的是基隆，第2道是沃夫猎狼，第3道是创有一条龙。鸣笛出发之后，来看一下3队在起航的一个稳定性。都还不错哦。这一组看起来应该不输给上一组的竞争性哦。3队其实速度都不差，而且现在现场的风势看起来没有那么强了。所以可能也会让这一组的速度变更快。他是在，我以为这个角度看，以为是他是在自拍，鼓手在自拍，结果整场比赛结束要检讨的时候，全队都在看他的脸。这是一台应该是360啊，比较可以环景的看到整队的状态。对。那随着这一些摄影装备的进化，其实也可以从多角度去协助船队在练习过程当中去检讨自己的问题，不管技术面、口令面或者是肢体，这是非常好的一些协助辅助装置。哇，现在3队目前要通过的是冲刺线啊。那50公尺。第2名是。第1名是沃夫猎狼，第2名是第1道的世纪龙，跟第3名的创有一条龙。目前3支队伍的差距不到1个船身，甚至我们讲沃夫猎狼跟世纪龙几乎是并列的一个情况。1、2水道相对的。要更能够调整自己最后的冲刺战术哦。终点就在眼前，到底哪一队会胜出？目前看起来好像都很有机会，还是很接近。哇！最后是第1道吗？好像是第1道。第1道的世纪龙，看起来应该是拿到第1名。差一点点啊。第2名的沃夫猎狼，还有第3道的创有一条龙。
好，所以哇，这第一名四季龙是2分44秒的一个成绩啦，沃夫列朗是2分45秒，刚好是差1秒。2分44秒62，那沃夫是2分45秒63，创有一条龙是2分48秒68。那像我们画面上看到是今天早上赛程的最后一场，旭元武士家跟爱路迷竞草。第一道是我们的旭元武士家。第二道是爱路迷竞草，那旭元武士家在前面也是有参加公开男子组的比赛，是啊，同样也有报名这个混合组的赛事。旭元武士家是相对比较年长、比较资深的龙舟前辈。对，所以这项运动是很值得投入的一项全身性运动，年纪也稍微长一些。目前两队的差距算是蛮大的选50家应该没什么悬念，在这个组别可以成功抢下这张晋级门票。那第二道的爱路迷竞草，现在也是希望大家帮他们加油。炫50家已经通过了终点，是。好，爱路迷竞草也通过了终点。好，所以现在应该是早场的比赛都结束。我们看一下，在刚刚这一组的一个成绩，炫50家是划出了2分44秒。好，2分44秒的一个成绩。所以早上的第一场预赛全部都结束了。也就是说，所有的队伍至少在今天的早上都有划过一场，都有划过一次，也稍微适应了一下。现场的一个水道的一个状况啊，那待会应该是预计在11点20分的时间会来举行开幕典礼啊。那届时再请观众朋友继续的来欣赏啊。这段时间其实选手必须要去好好的利用，就是说你划完第一场之后，你中间这个中午的休息时间啊，你必须要补充多少的能量啊，你必须要做到什么样子的休息。
我想现在这段时间应该是大家能够去把身体的温度降低，找到一个阴凉地方，还有补充水分跟盐分。我相信一场大概2-3分钟的比赛，对于选手们相对于一般的训练应该还好。好，所以在早上的比赛结束之后，好，我们现在先进入到中午的中场休息，待会来看到是开幕典礼。好。
我试一会儿吗？
到舞台前方，我们要进行我们的开幕典礼整队，请各队记住到舞台前方。并到舞台前方来领取各位的单位牌，请来找上你们各队的单位牌，谢谢。麻烦大家迅速往前，对，到前面领单位牌。开幕典礼之后，到大后报告区领取今年的精神杯纪念衫。已报名齐的人，大会就给你几件。这是取代参赛奖牌的概念。麻烦各位迅速到舞台前方，我们来整队。开幕完后，我们会尽快让大家休息，进入下午1点开始的拜破复活赛。好了，我们请各位尽速到前面来领取你的单位牌，请到舞台前方来找你的单位牌。等一下，大会司仪会一一唱名哈，麻烦想好自己的队伍。
然后麻烦金笔龙丸成就者拉瓦山 Will Power 远东国际同济会造浪者 Zero 创有一条龙摆渡人及摆渡人 X 达乱罗马南极冷冻及阿卡巴子力，请尽速到前面领取你的单位牌，谢谢。单位牌的队伍进入到前面领取。我希望赶快开始我们的开幕仪式。刚刚提早休息1天，下午赛程非常硬，从1点开始哈。两位摄影师，你的摄影的镜头遮阳盖在这边哈，个 Sony 的。麻烦还没领取举牌的，我们摆渡人 X、金笔罗丸 Will Power、造浪者远东国际同济会 Will Zero 以及南极冷冻。孟轩，政大的洪明，我们福伦社社长，福伦社社长洪明。好，我们2024年第19届精神杯
龙舟锦标赛开幕典礼开始。哇，今年音效不错，很好。来，我们先请我们台北市政府体育局王宏祥局长。主人是您，没有您，没有这个码头以及龙舟赛可以办。好，我们先邀请我们局长来为我们致辞。好，我们大会最重要的这个推手也是我们的主席我们陈文尚理事长，还有我们士林区郭明清郭理事长以及夫人也是我们之前的理事长现在是荣誉理事长。最支持体育的我们的陈慈薇议员、张石刚议员、陈真宗议员办公室主任，还有王世坚立委办公室主任、陈贤威议员办公室主任以及林元凤议员办公室的特助，还有吴思瑶立委办公室的主任，还有我们这个永庆房屋的孙董事长，还有我们世界龙舟联盟的陈会长，还有今天所有与会的贵宾我就不一一介绍还有我们在地的里长了还有今天所有参赛的选手。大家早安，大家好。好，这个气势就对了去年我在参加第18届的时候，天气虽然不错，但绝对没有像今天第19届天气这么好。所以呢，我的讲话要非常的简短。除了感谢我们陈文尚理事长多年以来身体力行推动龙舟，自己也下去滑，还拿到世界的这个铜牌，我们来给他掌声一下。而且他是我的脸书好友我每次看脸书看他在练习的时候，我都给他按赞。为什么？因为很佩服他身体力行，每天都在锻炼。因为龙舟这项运动其实是要靠平常努力的累积，才有办法上战场，才能够获得这个佳绩因为去年我自己小的尝试了一下这个划龙舟之后，我发现最后这100公尺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你要有坚强的意志力，还要有团队的精神，最重要的是你要能够听得到那个鼓的声音，不要乱滑。然后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舵手，你们才能够拿到最好的一个成绩所以在这边，我除了要肯定我们台北市龙舟协会多年来举办这个精神杯龙舟锦标赛，让它成为台北市最重要的一个运动赛事之外，当然也期待在座的各位在这次的比赛获得佳绩，也能够继续参加我们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最重要的是，明年2025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我们的蜻蜓里面就有一个龙舟的比赛，各位一定要来报名，踊跃响应，为自己、为国家、为你的梦想迈向第一步。所以，最后我祝福今天的活动圆满顺利成功之外呢，也希望明年在世壮运的比赛场合里面，看到各位与世界各国的好手尬一场。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局长。接着我陆续介绍贵宾，我先从我们的最右手边这边一路介绍过去来，首先是我们世界龙舟联盟的秘书长王金城王秘书长，这个是我们台北市士林区体育会的顾问林嘉欣林顾问，这个是我们葫芦里里长许正礼，也是士林区联谊会的总会长接着是我们世界龙舟联盟的理事长陈明雄，也是我们前中华民国龙舟协会的理事长，大家对他都很有印象接着是我们台北市议员张思刚议员，接着是我们台北市议员陈慈慧议员，这个是我们士林区郭明清理事长，士林区体育会的郭明清理事长。好，再介绍一次我们台北市政府体育局的王宏祥局长。这个是我们士林健康促进协会的陈玉华理事长。这个是我们永庆房屋孙庆宇董事长，我们感谢他赞助我们这些帐篷给选手休息。接着是永庆房屋的士林一部魏忠浩魏部长，也谢谢他赞助我们这个帐篷给选手休息。紧接着后面是我们在地里的胡东里郭淑玲里长。好，接着是我们刚刚看到我们舞台的左手方有一个运动友善多样性风貌的摄影展，这是我们台湾法国文化协会主任 Mr. Laurent。好，
接着后面是我们立法委员吴思瑶服务处团队，接着是我们林延凤服务处的特助陈宏明陈特助，接着是我们陈贤卫服务处的陈新妍陈特助，接着是王世坚立委的服务处主任季建安，接着是我们台北市议员陈正中服务处的主任，跟我猜一个名字，他叫何奇芬。接着是我们中华民国健美健身协会的陈伟哲秘书长。接着是我们台北市健美健身协会的副理事长陈文珍。接着是我们台北龙舟福人社的社长谢宏明。好，接着我们邀请我们士林区体育会的郭明清理事长来为我们致辞。我们第一期的长官，我们王局长及我们我们永信的孙总裁啊，那魏部长，还有那个体育会的荣誉理事长陈义华，我们陈时飞议员、张志刚议员、陈总会长，还有我们李丢桃啊，许正礼里长，还有我们的林嘉欣体育会的常监及各位我们明代的主任。及各位贵宾，还有在地的福士郭树林这个当地要用这个场地来拜托我们树林还有我们的裁判长及爱好我们龙舟的好朋友，大家早，大家好。时间叫我真紧今日是2024年第19年的精神杯。回想以前，我是刚担任市级体育会，我是办第一届精神杯时间过了18年，也来到今天第19年。我再次感谢我们第一届的时候是士林区体育会林庆章主任委员及我们那时候我们陈文赞当总干事，也是最辛苦的头发发姐还有当上我们士林区的。龙舟的主委在担任台北市龙舟理事长，看他一路走来是非常的辛苦，19年来还是要感谢我们市区体育会何义温加主任委员加主任来不法姐这个台北市从龙舟没有到有到今天的场面再次感谢我们体育局这个最重要的单位的支持。再次感谢蒋万安市长及我们水利署及我们体育局未来协助我们码头，还有刚刚跟体育局跟我们水利谈，也有厕所再增加一个厕所，没有厕所离境不方便这个时候我一直在争取万安市长也来到现场来了2次他也承诺大家放心，厕所一定会把它建立这个场所一定会改善当然体育局王局长不怕钱包括经费的赞助还是要再次感谢我们那边议员嘛做重要，议员拍多少钱，大家主任拍多少钱，就是你看做重要体育是这个活动是大家共享的，我们要市区体育会是要发展公益活动。大家看到两岸我们有棒球场、对面有足球场、橄榄球场，还有垒球场，这是还有我们旁边是一个法式滚。永庆来赞助那个帐篷，包括我们上礼拜在天母办的法式滚球也是他们赞助的再次感谢大家，我们共同合作龙舟赛事办更大更好，好不好？还有祝大家我们大会圆满成功，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谢谢。谢谢我们士林区郭明清理事长的勉励。接着我们来邀请我们。那我们先请我们世界龙舟联盟的陈明雄理事长。按公规估为
非常感谢我们在座的贵宾来参与这个活动。那么本人在这里呢，还是非常高兴看到今天这么热闹的这个活动希望呢，借这个机会跟各位做一个建议我们现在台湾仅存的一些木头船，大概在台北市是最多的不过这个船跟我们谈一下这个理事长能够加强一下在这个传统的这些文化里面，这个是非常好的活动能够加强这方面当然基础是绝对有的这个夺标跟驻华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也是一种力的表现这个各位希望往后学习的时候，在这方面能够再加强一下这个。那么在这里也感谢我们这个体育会体育局局长的这个对这方面的这个热心那么能够说在这个设施方面也几乎都算是可以说是也都很好的了就在这里呢，除了感谢之外，那么也要感谢我们陈文尚理事长呢。在这个端午节之前能够举办这个活动，让各位能够有这个热身的机会这个是非常高兴的那么在这个端午节之前我们大家的这个辛苦一点那么在端午节我们大家在共同来这个切磋所谓的这些技术进步到哪里这个是个人一分能力这个一分收获了以上谢谢各位那么祝福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我们陈明雄理事长的勉励。紧接着我们来邀请我们在地里的郭淑玲里长，我们湖东里的里长来为我们勉励。嗨，我们的局长，我们的各位长官，我们的各位伙伴们，大家早安，大家好。很高兴大家来到这里这个一年一度真的很让大家来这里帮我们的湖东来一个增加了很多的人气。那今天天气也蛮热的我希望大家都有美好的成绩，都为大家有一个更好的成绩，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谢谢。好，谢谢我们里长的勉励。接着我们请我们永庆房屋的孙庆瑜董事长还是部长代表致辞。王局长、郭理事长、郭夫人、孙董事长，还有各级长官、各位学长，大家好。那个我们永庆房屋就是发挥我们在地精神，因为我们永庆房屋很支持各项的运动赛事，包含路跑垒球、棒球、羽球，包含是龙舟竞赛我们都会全力的在支持跟赞助。如果之后有任何的各地赛事需要永庆房屋的协办或者是支援的话，大家不用客气，都可以跟我们的在地跟各分店各级的主管做接洽，我们都可以全力赞助。最后就预祝各位能在这个赛事上能够夺标夺冠。谢谢各位。谢谢我们永庆房屋的魏忠浩部长。接着我们来邀请我们台湾法国文化协会主任 Mr. Roland。Hello, I don't speak Chinese, but I speak English, but somebody can translate, so I'm going to speak in French. Bonjour. 大家好。Donc, nous sommes très très contents de représenter la France ici aujourd'hui.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代表就是法国能够在场地这边能够介绍给大家。Dans quelques mois, les Jeux Olympiques vont commencer à Paris et on a amené avec nous ce matin la mascotte des Jeux Olympiques, la Frige. 今天我们在这边的场地，然后介绍法国跟法国的即将要举行在7月的法国的巴黎奥运，然后以及祥物那个 Fish 佛列吉也到场了。Et comme on voulait participer à un projet artistique pour mettre en avant la diversité dans le sport, nous avons décidé de participer à un projet international de photographie grâce à la photographe taïwanaise Wang et l'équipe des Rainbow Punch pour promouvoir la diversité dans le sport partout dans le monde avec cette expo. Vous pouvez voir la partie
taïwanaise ici et ça fera partie d'une grande exposition internationale. 好，基本上这个活动是在法国文化协会的推广，以及法国艺文总署的一项计划，是在为了就是在法国巴黎奥运之前的做的准备，所以我们台湾法国文化协会就决定与就是龙舟队，就是彩虹重体以及就是摄影的王倩小姐，就是举办这个活动，然后一起筹备这个活动，所以今天你们可以看到这边的展场有相关的摄影展。Merci beaucoup et on supporte les Rainbow Punch. 好，那我们就谢谢大家，然后我们支持就是彩虹重体的这项参加龙舟这个比赛。我们现场还有另外一个亮点，今年奥运的吉祥物娃娃在那个现场旁边，我们的舞台那个活动的入口区，它快闪到12点，所以我们会加快我们的开幕仪式。好，接着我们请我们今天的重要人物，我们台北市龙舟协会的陈文尚理事长来致辞。各位选手，大家好。那讲不出来哦，5月份真的是我们4月跟5月真的是龙舟的大日子，人家就不简单呢。我们上个月有进2艘的新船，然后我们这个月要参加选拔赛，有刚办完的台北市选拔赛，还有我们的世界杯选拔赛。我们这边码头有派4队，还有对岸的那个西元人也有派2队，所以总共有6队要参加世界杯选拔，没有意外我们都会全上，对不对？我记得去年我们在开幕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那个50加的女生，然后我们那时候Senior B 叫 Senior Beauty。然后今年我们这些队伍，今年已经筹组一队要去比世界杯了。没有意外，我们明年在德国，希望大家能拿到好成绩。然后真的感谢码头这样，今年码头这样，真的感谢郭明清理事长啊、局长啊，还有指挥议员，还有这些在地这些朋友啦，不要说贵宾，大家拢朋友啊，拢足久的啊，每抓来就跟咱郭淑玲局长特别让俺斗3工。码头有什么事，他还会打电话给我说码头什么状况，赶快过来处理。所以真的不简单，今天码头人做成这样，然后我们现在船队越来越多，这个精神杯也是刚才咱龙舟不是嘉年华，就是刚才自己龙舟人自己算的。所以我们希望未来龙舟在台北这一块，也希望局长这边大力支持，我们好好的把龙舟经营下去。我们会队伍越来越多。我们国际赛越来越多，我们国家还有那个世界联盟的那个理事长也帮我们推国际赛，所以我们未来龙舟不止在百龄，我们一定会要走进世界。谢谢大家，谢谢。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台北市的体育局局长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前年所流失的最开始的码头会再盖回来了，所以我们的场域会越来越友善。最差就差在厕所，麻烦我们要跟市政府再继续争取，谢谢。这个码头真的是从没有到有。我们精神杯第1届，你等一下去看终点的时候，我们精神杯第1届只有用那个水泥墙，用3个楼梯而已。从没有到有，都是陈志慧议员一直帮我们争取，从没有到有，从有到最好。真的，我们真的很感谢他。再次感谢慈慧议员。那我们希望未来有更多议员关心我们这个码头，让这个码头更好，因为活动空间大，活动人口越来越多，好，拜托大家，谢谢嘞。好，接着我来介绍队伍，所以不要跑。你们的单位牌要秀出来，不然我怎么介绍你？来，第1队是我们诺亚方舟，接着是深春 Club。接着是华一角，接着是阿德巴主力，这是来自彰化的福卡瓦，接着是兴隆模板，
接着一次报3队的哈，名传血缘虎鲸、独角鲸跟蓝鲸。这边是我们爸爸有爸爸女神龙跟爸爸。这来自新北海山高中的新北海山鲨鱼，手球来跨向龙舟，好不错。接着是罗马，接着是摆渡人跟摆渡人 X， 在 Johnny， 哦，这是我们国宝不情的。接着也是报名3队的哈，血缘50加2队以及血缘人。接着是我们 TFA， 接着是创有一条龙，这是来自我们正大 EMBA 的郑汉利跟郑厉害。接着是黑潮。来，这个是爱洛米疾风队跟劲草队。这是科技人哈，台基逐梦。这个是我们台湾风暴，方面的男子组跟女子组。今天是我们第2球。好，接着是万虎外狼跟猎狼。我是猎狼。对象够，来简单滑。接着是我们大地勇士跟大地正红。接着是报名3队的彩虹重击长风破浪沧海。这个是在地队哈，我们社子岛龙舟队。这里是我们消防同仁哦，消波快。也是造浪者，也是报名2队的 Will Power， 这是台北东区福伦响叮当，也是 Slayer Sanity， 这一样来自彰化西滨公路桥下玩水的小孩，接着是我们台北志工龙舟队。接的是世纪龙，好，接的是成就者，好，接的是我们领袖力龙舟 A 队跟 B 队，接的是我们达乱，这也是金比罗文，接着后面的是远东国际同济会。后面还有没有接到单位牌要拉起来给我看？要往前才可能有小倩帮你们拍照啊！来，焦糖马卡龙跟玫瑰马卡龙，借我拨一下。好，接着是 Zero， 接着是南极冷冻，摄影师在那里。然后再来是拉瓦山。好，自动找小倩，好，到前面来。好，前面理事长还有事情想要补充。给我再补充一下哈，因为我们今年的精神杯跟往年不一样，今年我们有网络直播，我们有台亚卫视网络直播。好，所以说我们现场都每一场我们的比赛，你们在网络上都看得到，而且在我们协会官网也看得到。还有一件就是我们那个戏园的东哥啊，他们今年有办一个那个文化，那个龙舟文化，有一个纪录片，是很好的纪录片。那希望如果大家有空的话，也是我们金比罗瓦拍的，那有空的话，大家能去那个现场看一下。谢谢大家。喂，东哥在吗？我们请旭源营造的朱东辉董事长。我们也感谢这一次旭源营造哈有赞助我们这一次的活动。东哥来，顺便广告一下我们的纪录片。局长，还有各位贵宾，还有各位所有的龙友们，大家好！很开心
我们应该谢谢我们的文尚大哥啦，因为没有他就没有我们这个活动，你们说对不对？对。那跟大家预报一下，如果有机会的话，因为我们5月25号，我们有一个台湾唯一打造龙舟的纪录片，希望能够推广我们的龙舟运动，还有我们的龙舟教育，希望大家踊跃来支持，你们说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东哥。另外再补充，好，我们就合影。麻烦我们请贵宾，我们先下午往前走。麻烦你们前面拿举牌的往对，然后尽量往中间靠拢哈，因为我们人太多，我们会可能切成好几个，大家一定会拍进去。好，不要再往前走了，停。要录影，要拍照，要拍照。拜拜，我们尽量靠往中间靠齐哈，前面要趴着，你要找最佳的姿势也可以。什么？他们我们全体大合影哈。来，我们借贵宾过一下哈，不好意思。那个法国的吉祥娃娃可以到前面快闪吗？法国的吉祥娃娃可以到前面快闪。我们也请 Mr. Rowan 的部主任一起来。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奥运的吉祥物，他来跟我们快闪。好，我们看前面，先看小倩，小倩在这里。OK， 谢谢。那个法国奥运的那个娃娃的特展，快闪到12点就结束，所以要跟他拍照要把握时间。下午的赛程从1点开始，大概1点30分会陆续大概12点30分会陆续通知检录，请下午败部复活的队伍，请务必要注意出赛时间，谢谢。对，还有一件事情，各队参加开幕完的队伍，请到大会报道区领取今天的参赛纪念衫。够长吗？请跟工作人员报队名哈，因为队伍很多，请慢慢来，谢谢。
小金鱼社子岛，纵跃是水神月。为了让已产生断层的龙舟文化和新一世代搭起传承的桥梁，使后代子孙重新认识河岸生活与文化。因此，希望透过举办这个活动，结合民间习俗、地方传统文化与艺术绿生活，让两河交汇的社子岛在文化熏陶下更显出它的得天独厚。本赛事分成3组：小龙公开男子组、小龙公开女子组及小龙公开混合组。而它的竞赛规则，各参赛选手一律穿着同一色系浮身衣下船。300公尺直道比赛时，需鼓手1人、舵手1人、桨手10人，共12人。每队比赛时必须有鼓手，桨手不得少于8人。混合组参赛之女生最少需4人。上船比赛时需有专任鼓手与桨手，并且不可跨队报名。本赛事竞赛制度直线300公尺，采分组淘汰赛，每场以单场雷射感应计时成绩判定胜负，每队至少划2场。拥有100年划龙舟历史的社子岛，每年的精神杯除了代表龙舟精神，更是种地方文化历史保存的象征。透过龙舟赛，鼓励这条淡基两河冲击形成的小金鱼勇敢向前，同时联系着在地的情感连结。每年越来越盛大的精神杯龙舟赛，不再只是单纯的地方民俗活动。龙舟赛也已是被亚运认可的国际运动，越在地越国际化。这项能够代表台湾意象的精神杯赛事，期许能透过更多的推广与民众参与，甚至是外商的瞩目，将精神杯推向国际，让更多海外留学生、外商、外国人愿意共襄盛举，带动台湾的地方观光。5月4号，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点钟。那目前看到在巴黎码头来进行的今年第19届精神杯龙舟锦标赛，进入到下午的赛程。那今天早上的比赛，其实看到蛮多队伍啊，竞争还蛮激烈的。那我们现在就看下午的一个复赛以及败部的一个复活赛。那我是今天主播林世廷，在我身旁，我们先邀请到的是马连凯马队长，队长你好。主播好，大家好。好，那队长是这个创有一条龙的这个队长啦哈。那今天来跟我们一起欣赏这一次的这个精神杯下午的一个赛程。好，那待会我们要来进行的是男子组，这个公开男子组的复赛，也就是这个败部的复活了哈。那前面都已经进行过1轮的比赛，所以现阶段对于选手的体能来讲，应该算是蛮大的一个负荷，因为毕竟今天早上的比赛，今天天气其实蛮热的。那尤其现在1点钟的情况，气温测到应该是超过30度哦。不过对龙舟人来讲，这个温度其实还好。我们一般来讲说，我们龙舟人我们1年4季都在划龙舟嘛。那现在开始是端午龙舟季的开始，基本上我们其实大概这个32、3度的温度在划龙舟，大家都还能够适应。然后现在今天天气，我个人觉得还算蛮好的就是还有风然后虽然有点太阳，不过划龙舟的选手对于这样的太阳，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那我们画面上现在看到就是第1组别败部复活赛的男子组第1组在第1道是我们的消波快第2道是造浪者，以及第3道的新北海山鲨鱼队。
现在正在场上进行比赛。那目前是已经名少出发了。看起来是第2水道的造浪者领先嘛哈。那其实第1水道的这个消波块，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台北市消防局的同仁。那他们其实每年台北市的端午节的大家比赛的这个祭江活动，消波块都是一定会参加的哦。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第3水道的海山高中哦，海山高中它的主体是海山高中手球队，他们是高中同学，然后他们今年的中联学校运动会，他们手球也是拿到第1名。哇，非常的厉害哦。是。但手球的话，手球运动比较看到，其实蛮多选手都是这种瘦高型的选手啦。那参与龙舟运动，其实龙舟运动需求感觉好像蛮多都是倒三角这样子类型的肌肉男啊。对。那这样子手球运动员在参与这种龙舟运动，会不会遇到什么训练上可能方向不太一样的地方？以海山高中的手球队来组龙舟队这件事情，其实是因为他们当时手球队的队长的父亲是我们一条龙的选手，然后有这个机缘，所以就组织了海山高中的手球队来划龙舟。其实他们划到现在也才划了2年的时间，然后这些年轻小朋友其实还蛮努力的，因为他们要兼顾学业，还有手球的练习。然后龙舟比赛这部分，大概就是在龙舟季比赛前练过几次这样子。哇，我们现在看到这应该是第1道跟第2道吗？非常的接近哦。消波块跟造浪者是非常的接近，实力差不多。待会可能要看一下成绩。对，最后大会给的成绩。那还有一支队伍，也已经进入到终点了啊。那是我们的海山高中。对，新北海山高中。其实我们应该对这种高中学生来参加龙舟运动项目多一点鼓励。海山高中他平常练习因为他们没有练习基地，所以基本上他们有时候就会，我们一条龙在3角度练习的时候，他们就会来我们这边练习。然后最主要是太早，他们没有捷运又出不来，因为我们大概5点就开始，早上5点就开始练习。所以他们往往有时候就是很赶，譬如说可能7点到，然后练一下，赶快回学校上课。所以高中生在练这个，我觉得大家要多支持一下。对。那现在我们看一下，在场上这可能还是要稍微等一下大会的成绩。是非常接近。感觉这2队应该造浪者跟消波块应该是同时抵达的。一开始的时候，造浪者是先领先，那消波块在中后段的时候开始有追上去的感觉。好，所以现在我们就等待现场的一个大会的一个成绩。那今天进行的组别总共包含这个公开男子组、公开女子组之外，还有混合组的比赛。是。现在看一下，目前场上的3道分别是远东，这应该是在第1道的是远东国际会。枪起跑了。那第2道是彩虹重击沧海，那第3道是台积逐梦。其实来精神杯的龙舟队基本上都是我们很久的好朋友，大家都在河道上，其实都划了很多年。那彩虹重击他这几年呢，他不断的招兵买马，所以他本来从1队到4队，然后不断的有新人来支持龙舟运动。好，刚刚在第1组的一个成绩已经出来了啊。那第1名是消波块，2分10秒16。那第2名
更正一下，第1名是造浪者啊，2分10秒16，第2名是消波快，2分10秒25，哇，所以2队就0.1秒看不出来的差距，基本上是同时进入到这个终点线了啊。所以龙舟比赛它的起步就很重要了。刚一开始的时候，消波快其实输了大概有1个龙头的距离然后到后面追就比较辛苦了。所以龙舟比赛是不是只是耐力的部分，它其实一开始的肌力、还有爆发力、还有默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现在看到远东国际同济会是在第1道，第2道是彩虹重击沧海，及第3道的台积逐梦。目前看起来是台积逐梦领先的。不过其实3队的距离还蛮接近的啊。是的。现在通过最后的冲刺线，应该是要来进入到最后的100公尺。远东同济有一点要追上来的感觉啊。这一队的这个彩虹重击应该是他们的第3队。彩虹重击今年应该是派了3队来比赛这一队应该是他们的第3队。有沧海、破浪，还有长风。是。300公尺的比赛在国际上比较少有300公尺，大部分都200公尺、500公尺的比赛那因为这次台北市龙舟协会举办的这个精神杯其实就是为了端午节的比赛做热身那往年都是200公尺，今年特别调整到300公尺，其实是有原因的就是一般呢我们台北市国际龙舟邀请赛是500公尺，那200公尺纯粹就是爆发力，可是到300公尺那就不一样了，那就必须要有些耐力了那因为我们这个河道呢划500公尺又有点过长，所以呢特别今年就调整到300公尺，然后等于是说我们来测试一下说我们在台北市大家国际龙舟邀请赛的时候的一个热身，算是一个热身赛。是。那在这次精神杯之后，像刚刚这个队长所提到的这个端午节附近的重大赛事是哪一些比赛？其实我们每年都会从大概4月开始就有一些比赛我们现在在百灵码头嘛，那对面的三角渡码头4月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个龙舟斗牛比赛，然后再接下来精神杯的比赛，然后接下来5月份5月份今年特别有一个世界龙舟锦标赛的一个选拔，在花莲5月17号。那我们其实也很多龙舟好手组织的这个队伍，各个不同的配对，譬如说50家的大龙小龙，60家的大龙小龙，然后公开组、女子组各个组合都有选手参加所以大家在5月17、18号的时候就会移师到花莲去争夺国手资格，所以大概就是2个星期之后的一个时间。画面上我们看到，在这个组别排名第1的是台积逐梦，划出了2分24秒的成绩。那远东国际同济会以及彩虹重击则是排在第2跟第3名。所以其实300公尺的比赛起步就非常的重要。一般来讲起步赢后面人要追就比较辛苦。不过今年的龙舟比赛其实有很多往年没有的一些活动。譬如说今年那个有一个旭野营造，他拍了一部龙舟纪录片。那其实有史以来都没有人愿意花钱来拍龙舟纪录片。那这个纪录片拍了2年，那一路以来我也有参与在这个纪录片当中。那我们5月25号会在美丽华电影院做首映，然后6月2号会在大稻埕码头做露天的这个特映会。然后接下来因为有很多的一些文教基金会都知道我们有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富邦文教基金会他就特别把6月29、30的假日的诚品松烟前面那个广场无条件提供出来，再让我们办一次活动。所以今年的龙舟季是非常的热闹，而且市政府包括台北市长蒋万安他都会参与在这个几个活动当中。所以像这样子的，像我们想要请教一下马队长，这个电影的名称，这个影片纪录片的名称叫做什么？木匠。木匠。它木是一个就是太阳落下的这个木，
木匠。那我们最主要是拍一个台湾的一个木船龙舟的一个制造者的一个国宝级人物，叫阿进塞哈。那他其实已经退休了。那我们就是特别这一次重金礼聘邀请他再做一艘木龙舟，因为这个技艺快要失传了嘛，那我们就决定了说，我们是不是来把这个记录下来？所以这个到时候纪录片的这个我们会把无条件的捐献给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体育局、教育局来做龙舟推广和文化的保留。好，所以木匠这部纪录片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可以稍微在网络上也可以稍微搜寻一下啊，稍微了解一下啊。可能未来在应该是2个星期之后吧，就陆陆续续会有一些首映会，对，会有一些讯息出来。那这一组这个彩虹重击是在第一水道，对，那第2道是兴隆模板，第3道是台北志工。那兴隆模板呢？其实它的母港主要是在三重，在大稻埕码头的对岸。他们很有趣，他们都练晚上，就是你完全看不到。可是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培养大家的默契。然后他们基本上也大致上都是超过50岁的前辈。哇，不过练晚上其实是有一定的危险性。是，没错没错。可是其实划龙舟，其实相对来讲，其实是以运动项目来讲，它其实是蛮安全的。就是我们自己在划龙舟的人都很清楚。划龙舟其实，你说尤其是木龙啊，你要让它翻船那个还蛮困难的。可能会歪，但是对要翻蛮难，很困难的。你刻意要让它翻，可能都还很难。好，现在我们看到应该是兴隆模板，这时候在 K 组拿下了败不复活的第1名啊。恭喜他们！那后续还有看到是彩虹重击破浪跟台北志工队。是。今天早上其实看到蛮多的队伍在通过终点的时候没有去等待后面的队伍，是过终点线就先回转，安全性的问题。但现在其实看到这几队，表现得不错哦。这个这个就有去注意到这个细节。对，就是强队嘛，他只在意他的成绩嘛，所以早上强队都过关了嘛。那我们败不复活嘞，大家在意的是纪律，所以每个人要求的点不一样。你看他们基本上兴隆模板他们就是这些前辈，我觉得划龙舟已经不是只是年轻小鲜肉的专利了。像我们现在2025的壮年运动会，那在双北举办那我们其实也组织了非常多的队伍，准备把龙舟项目的冠军是不是可以留在我们的台湾？其实，在赛前也有跟马队长有聊到，就是说，好像以我们台湾目前划龙舟的人口分布来讲是北部的人口是比较多的。是。那这个部分是因为什么原因？其实我们龙舟传统的比赛其实还是以台北市的这个国际龙舟邀请赛为主，因为像我们全台湾的这个木龙就是传统木龙的这个比赛，剩下的地方大概不多，就是台北市的一个比赛，还有鹿港福禄溪，然后台南的这个比赛，其实它的龙舟也已经跟现在的这个龙舟有一点改变了所以现在目前传统龙舟这件事情在台北还是一直保留的这个传统的部分，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新北市的这个议长杯在端午节的时候，它的是全国奖金最高的一个比赛，所以可能因为不管是传统文化保留也好，或是一个竞赛的奖金也好，在双北它都比较有这个资源。所以双北的龙舟选手他年轻划完之后，他还有一些长青的队伍可以比赛，所以龙舟文化或龙舟运动的项目就比较蓬勃。所以我想比赛比较多，资源比较多的一个情况下北部这边是蛮盛行的，甚至我们讲场地也是一个重点如果说你的居住地、你的县市其实是没有适合的水域的话，真的要练习也非常的不方便。台北有2条河嘛，基隆河、淡水河然后有一些码头，然后有一些协会很致力在龙舟运动项目的这个推广，所以在北部地区划龙舟的人口就比较多。画面上我们现在看到是 L 组的比赛，那这个组别第1道是大地勇士，第2道是
彩虹重击长风啊，第3道是社子岛啊，这是地主本地对地主的队伍了。是，就今天可能就是不用开车来比赛现场，就走路来的啊。社子岛队要特别介绍一下，社子岛队他们其实组合成员是60加以上的。哇，60岁以上。是的，是的，是的。他们去年有代表我们国家去泰国比赛60加的这个比赛然后2000公尺的环道赛拿到第2名。哇哦，这也是台湾之光哎。是的，是的，是的。现在在我们第3水道的就是我们60加60岁以上的这个组别，社子岛地主队你看差别其实也不会差太远。然后第1水道的他们是企业队，他们是大地勇士，对，大地勇士，他们是做营建相关的一个企业队。其实健将看起来好像蛮多营建相关的队伍。对，因为其实团队很重要嘛。那其实大家其实我觉得这些企业的老板其实一般都是有来划过龙舟的，然后发现了说，划龙舟对团队精神这件事非常重要，所以就不断的就有企业队产生。那台北其实也有很多的其他的小型比赛啦，譬如说到8月底也有一个政大 EMBA 的理事长杯也会比赛，就说其实有很多的小型比赛都在不断的在举办。它其实参与的人口比想象中还要多很多。是。因为大家会觉得，划龙舟好像1年才1次啊，其实不是哦。其实可能你每天，你如果说家里经过是有适合水域的地方，是每天都有人在练习。是，像我们是1年4季都在划龙舟嘛，然后1个礼拜划3天或4天。那其实每天的时间很长嘛，像我4点起床，5点到河边，然后准备下水，然后划到7点上岸，然后去上班，那所以每天的时间都很长，那身体也会比较健康，而且每天就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对，以前像我们创有一条龙是政大的创业组班的学长姐，其实大家都是企业家，每一个人都是公司老板。那我们在组织这个龙舟队，因为我是创队的一个成员嘛，那其实我们在组织龙舟队，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企业要经营的。那以前的习惯都是有应酬嘛，然后2次会。自从划龙舟之后，我觉得太棒了，又省钱，酒又少喝。我们刚刚看到画面上是这个彩虹重骑长风在刚刚这个组别拿到了第1名划出了2分27秒的一个成绩。彩虹重骑这几年真的是很支持龙舟运动。他们其实刚开始我接触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是一队，然后只是为了一群人开心的做一个运动，然后一直到现在，我记得去年有一次看到他们在做新生招募的时候，光新人那一天的来体验，我大概估计有超过100个人。那我觉得这不简单啊，像我们自己每一队都有在招募嘛。像我今年也在招募嘛，那其实招募新人真的蛮难的，所以越滑年纪越大了，然后就一直开始要往长青组去努力了。不过这个其实刚刚看到地主社子岛队也是有滑到这种60加以上60岁以上的年纪还可以继续参与这样的比赛，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棒是这样，这个运动其实对于年纪的限制，对于年龄的限制来讲，没有那么严格。不大。在三角渡龙舟队，他们还有80几岁还在滑的。哇，那是真的很厉害耶！我们队上有一个学长他来参加龙舟，然后滑了1年他65岁，来滑了1年，瘦了17公斤。那整个身体就健康轻盈起来，然后整个人就年轻了。对，所以其实划龙舟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而且尤其比较不会有个人主义这件事，你再强也没有用，一定要团队的精神。画面上看到是在男子组败部的最后一个组别，第1水道是山村 Club， 那第2道是台北东区福伦响叮当。福伦社现在在
龙舟项目其实也蛮支持的，因为我们去年才又组织了一个龙舟福人社然后由我们那个政大 EMBA 的前理事长谢宏明理事长来做第1任的社长，然后就在推广这个龙舟运动，让企业界也能够来支持龙舟运动。现在画面上我们看到2队其实蛮接近的。好，我们看到在这个组别第1道的山村好像领先的幅度还蛮大的。现在应该是率先通过了终点所以是在败部的M 组拿到第1名，也成功的晋级到复赛，恭喜他们。对，那我们场边这里是邀请到徐佐夫佐夫大哥你好。大家好，我是创有一条龙的体能长。刚刚是队长了现在是体能长了专门训练体能的。那这样子队友是不是看到你就很痛苦？所以我们不能请假。看到你就要训练体能了。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上班族，所以体能是必要聚集在一起锻炼的。对，其实我们看今年参赛的选手，大部分也都是有自己的工作，当然有一部分是学生，那一部分大部分都是出社会的。社会人士那可能都是利用假日的时间，或者说每天在上班之前的清晨来拨空来练习。所以其实真的要完成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就把大家一起找过来，那一起约在同样的地方，每天都这样子练习，真的蛮累的，而且需要毅力的。以我们创有一条龙的话，就大家平时都有工作，那如果有早上5、6点就要开滑的话，前一天就不会应酬，这反而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可以躲掉应酬。原来是因为这样才划龙舟啦。我们现在看到这是公开混合组的败部复活赛。现在我们看第1组第1道是黑潮，第2道是达乱。第3道是郑厉害，现在鸣笛出发。郑厉害也是我们政大的队伍呢。今年在比赛的场地，因为是这个在我们设置的码头这里了那设置码头因为赛道算是比较短一点刚刚其实马队长就有提到就一般我们讲正规的比赛，200跟500公尺是算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国际规格。是。那赛道比较短的情况下今年精神杯就是采这种300公尺的一个方式不是说200公尺这么短，但是也有一定的一个在体能上面会去训练到，或者说可以验收一下选手这1年来训练的成果。那可能也是蛮多队伍是正要来准备6月准备要来开始的一些大赛。没错，我们从3月份开训之后，就一开始是长滑300桨，然后再400桨，然后到上个月就长滑1000桨，所以300公尺应该不是问题。但是最后冲刺的时候，大家都气力放尽，还是会累了尤其在最后的100公尺那个应该是全身的那种酸痛感、乳酸堆积全部都来了。哇，非常的接近啊！这3道，这3道其实我们看到第1道目前黑潮是有半个船身的领先那第2道达路安跟第3道郑厉害，其实这3队其实差不多3队的距离并不会说差很远也都还有机会
啊，但是目前领先的是黑潮。在这个组别，如果说输掉的话，那就代表今年的比赛应该就是结束。我想大多数队伍都应该是以战养战的策略了。我们看到黑潮的头奖很猛啊，恭喜他们。好，现在应该是准备要冲过终点线了，恭喜我们黑潮。好，黑潮这边顺利的进入到复赛。先经历过一次败部之后，再来到复赛哈，所以对于这种有输过一次的，在前面的组别有输过一次，没有拿到第1名的啊，可能今天要滑到3场，甚至是4场的这样子的距离。1天的时间滑4次的话，4、32等于1200公尺，那再加上回来的时间以及检录的时间、准备的那些距离，这样算一算，可能1天要滑个3公里，有机会哦。其实滑并不累，等待的时间其实是最耗费心力的。因为最后那个肾上腺素撑个2分钟应该不是问题的。而且刚刚也听一些选手在聊天，好像还有队伍他们会故意输掉上午。哇，这个策略我觉得真是厉害。故意放掉，保留一下体力啊。现在我们看到在 M 组，第1道是国防部秦大，第2道是摆渡人，第3道是福卡瓦。如果说在上午刻意放掉的话，那这场比赛不能再刻意放掉了。当然，再放掉就打包回家了啊。下午的逆流还是很厉害。眼尖的观众就可以发现，我们现在水位就有蛮大的落差了啊。像在百灵桥下这个桥墩都可以明显的看到啊。今天早上的比赛，其实桥墩是有一半是淹在水底的。是的。那今天早上应该是在男子组的部分最快有滑到1分53秒的一个成绩哈，那是在涨潮的一个情况。那现在逆流的情况，成绩大概都是维持在2分40秒左右，所以差距真的是还蛮大的。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画面里面看到舵手助滑，舵手助滑到底有没有帮助，这里都大家见仁见智。好，看一下第2道这边，摆渡人其实舵手很积极在帮忙。那我想，所谓的舵手助滑，可能还是要去看这个舵手他的一个技术了，就是说他对于船身的一个控制、平衡的一个感觉他有时候滑下去，有时候是会干扰前面桨手的一个平衡的，所以真的必须要对于这个位置要。等于说是很深的一个理解，对，要很有把握。对，而且他在滑的过程当中，他在加速的过程当中，可能要去观察是船手有没有偏移，否则造成的这种我们讲，今天早上也看到过整个船身偏移到其他道的情况下，就那一次的比赛就没有办法完赛。对啊，太可惜了。舵手的桨叶都是一般桨的2倍大，所以很容易就歪掉了。那有些是左右边先天上左桨手跟右边的桨手本身的力量就不平均了所以大概两三次的时候，舵手就会帮忙助滑1次，这也是可能是有些队伍的一些策略。那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摆渡人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没有什么悬念，应该是进入到最后的复赛。恭喜摆渡人。
今天听说还有那个101登高赛，所以我们也有一些选手，听说都是在两难抉择，到底要去101登高赛，还是来那个精神杯，还是爬完之后再来划龙舟？哇，那真是太吵了。看一下刚刚的这个组别，最终是摆渡人啊，摆渡人拿下了晋级的资格。这个可能就是2个选择了，一个是喜欢亲近这个大自然的啊，就来划龙舟。那如果说你想一想，还是觉得哇31度的天气，还是去吹冷气好了，啊，那还是去爬101。哦，101我参加过2次，就不敢参加了。那个虽然说只有短短的不到30分钟，但是那真是煎熬的幽闭恐惧症。对，就一直楼梯一直爬不完。看到现在进入 N 组，第1道是摆渡人 X， 第2道是震撼力，第3道是 Wolf 猎狼。哇，这个回来的要小心哦。我们讲回程的选手也要特别注意，现在场上正在进行的比赛啊。除了说你过终点之后的那个回转啊要去注意之外，啊，你滑回码头这一段，其实也要特别的小心。我刚刚看到场边应该是裁判在大声的在提醒，就是说回来的选手要特别注意，太靠近赛道了。我们在画面里面可以看到，每一队采取的奖评的策略都不一样。那有些我都看到今年没有快奖的策略，全部都是中长奖到底，这也是一个300公尺的战略了。奖评慢，但是速度不一定是说慢啊。那奖评慢，其实它吃水的时间比较长，是这个向前推送的力量会比较久一点啊，这个时间会拉得比较久一点。你看，像现在第1名的狼族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奖评慢，但是稳定的领先。Wolf 猎狼现在在第3道。速度应该算是蛮快的，看起来是领先第2道蛮长一段距离。哦，他们最后还有加速，真是那个杀人诛心啊！一般正常来讲，像这个桨手的这个左右边的分边，就是说一刚开始就会去确定好了，所以桨手就只会在他的那个位置，只练习他这个位置，还是说有可能会左右的对调？首先一开始都会让桨手自由选择，那当然就像有些投手他可以左投右投，或打棒球的打者也是。但最后如果以前面投3桨而言的话，比较不会互换。哦，那后面的那个比较容易有战略型的调整。因为前面的领头的桨其实还蛮重要的哈。而且光头桨、2桨、3桨做的姿势、使力的方式，几乎都是不一样的。现在画面上看到这应该是下一队准备要出发的选手，那以及刚刚进行完比赛的啊，这一组应该是沃夫猎狼拿到了分组的第1名。像早上也有听说有一队
实力很坚强，可是却居然第3名，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是练习竞技龙，他忘了这是木龙，所以他们的桨的长度应该要再调高2公分，所以他们忘了调，就造成他们划不到水。这都是细节决定胜负。这木龙应该是整个重心会比较高一点。现在我们看到第1道是艾如迷进场啊，第2道是成就者跟第3道的领袖力龙舟 B 队，这是待会要来进行的比赛。真的吗？没有放完吗？等下吃一吃，等下我帮你长啊，长进。出发前还是要频繁的去校正一下啊，三艘龙舟的位置，还有龙首的这个标旗对正。这时候鸣笛出发。这个组别看到现在竞争其实也还蛮激烈的哦。赶上来了。哇，而且我们看到哦，这个龙首这个位置啊，鼓手他的一个身体的律动，这个角度就看得还蛮明显的。那这个律动对于整个船身在前进有什么帮助吗？您看这2只船的船头，有一个鼓手他是靠着龙的脖子，有一个他是靠着鼓。其实对于船的重心还有船上的比重都有影响。那跟着律动，其实一方面是让头桨有一个遵循的依据，另外一方面的确包括律动跟脚蹬是除了划桨之外的另外一个很大的助力。现在第2道跟第3道的距离还蛮接近的。是啊，还有机会，不要放弃。那尤其我们看第2道是成就者，现在是领先。哇，第1道艾如迷进草也慢慢的追上来哦。这一组只有第1道是击鼓啊，其他第2道、第3道是选择不击鼓。通常以选手而言，击鼓其实在激烈的比赛里面真的听不太到，所以以我们的默契都是交给头桨去带了。有时候竞争激烈，3艘船都并排，谁的鼓声都不敢确定了。好，所以这里应该就确定是由成就者拿下了分组的第1。
还有一个细节哦，大家待会可以注意一下。我发现，那个奖次的安排上，有些人会把那个男选手全部集中在前3奖，然后女选手在后面，有些又会是相反，有些又会是间歇的安插男女，这都是很有意思的安排。男选手在力量上应该是比较强一点。我们先看一下，在这边成就者是划出了2分41秒的一个成绩。那后续只是领袖力龙舟 B 队还有安如明进场。我该怎么这？这个我们的体能长非常的可爱啊，你直接称我主播就可以了。好的。好，我们今天其实有蛮多赛品的哈，包含前面的队长，然后还有现在的体能长，以及今天我们早上啊还有看到是我们的园长。那待会可能也会有后续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大会主席或者是社长，可能也会来到我们现场。那大部分应该说几乎全部都有自己划龙舟的这个经验。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组别是 P 组，好，那 P 组这里是拉瓦山 DHL 跟西滨公路桥下玩水的小孩。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好像是有选手的桨出现了问题。这个组别第一道是 DHL， 第2道是西滨公路桥下玩水的小孩，第3道是拉瓦山。那好像是有选手的桨是断掉的，所以大会这边送上来，这个应该是舵哦，这应该不是桨，这看起来是舵，所以这个哇这么大只的舵，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断掉了。这可能刚在回转的时候撞到东西。西滨公路桥下玩水的小孩把舵用断了这真的太回家妈妈要打屁股了。精神杯都很乐见有外县市的选手来参赛，那包含原住民的伙伴都会让这个河面变得非常的活泼可爱。也幸好是出发前发生了。如果说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发生，那影响就非常大了。是，那可能要跟最后面一个奖位的人说：“哎，你的奖借我一下。”而且是借我舵，借我当舵。对呀、
一般来讲，船上不会有第二支备用舵，因为这是不是都是增加重量？我觉得这应该是主办方的规定哦，不可以有其他的非比赛的东西。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组别好像是第3道拉瓦山目前是领先的，那跟第2道的西滨公路桥下玩水的小孩非常的接近。哎呀，小孩追上来了。现在看起来差距应该是已经拉开了。拉瓦山应该拿到这一组的分数第1没什么问题。其实观众可以看到蛮感动的是，虽然最后1名的队伍他们还是很忘情的加油跟呐喊，把自己的力气全部放尽，这真的是比赛的精神啊。好，率先通过终点是拉瓦山，后续是西滨公路玩水的小孩，还有 DHL。哦，他们是 DHL， 难怪他们的服装是这个配色啊。这是巧合吗？今天看到最特别的服装配色应该是金比罗碗。哦，他们是五彩缤纷的。他们就是联合国的组成的队伍。好，来看到刚刚的这组成绩啊，拉瓦山是划出了2分30秒哦，这个成绩其实算快。后续是玩水小孩还有 DHL。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组已经出发啊，第1道是领袖力龙舟 A 队啊，第2道是16 Sanity， 还有第3道是艾路米疾风。哦，中间水道已经逐渐开始胜出了。哦，不过距离很接近哦。对呀、跟第1道领袖力龙舟 A 队跟 Sanity 非常的接近，现在2队都很有竞争，甚至我们讲第3道的艾罗米疾风也还没有完全失去希望啊，现在都还在维持。
哇，很接近啊！就像主播之前讲的，这个差1秒就要回家说拜拜了。哦，那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差了大概是半个船身。哦，可是有在追上了 ，Oh my god！ 有在追的感觉哈。对对对，有在追哦，有在追哦，最后的100公尺哈，看可以。哎呀，追到什么样的情况？哇，这个频率有点跑掉了。对对对，没错，主播说的对，第1名有点乱了。已经合力没有在同一个时间点上面哈，所以现在看起来又给了领袖力更多的一个机会。要看看最后的冲线，领袖力龙舟 A 队。拼尽全力去追赶，哎呦！结果第3道这边在转弯啊，那第3道这边是失去了完赛资格。那我们看一下后面在第1道跟第2道的竞争，好像是追不上了。身体最终还是拿下了分组的第1，恭喜恭喜！哇，最后这边领袖力其实应该说在50公尺，最后50公尺之前都还蛮有机会的哈。那最后的这个50公尺 Sanity 的一个加速，直接把它甩开了。那艾鲁米疾风就比较可惜了哈。这如果是教练看到的话，应该就要讲说，注意一下下午的水流，可能开始改变方向了。这边就很明显，艾鲁米疾风就突然间的转弯，哦，看到舵手已经很卖命的在下腰了。对，但是拉不回来，拉不回来啊！这个有时候风势真的影响还蛮大的。嗯。接下来我们看到是R组的比赛啊，也是我们败不复活在混合组的最后一场啊。这一场我们第1道是福卡福卡瓦啊，第2道是创友1条龙，第3道是 TFA。就看一下我们创友1条龙体能长在这边啊。哎呀，我必须要冷静、公正、客观。看一下要不要回去再继续练体能，就看这一次了啊。哦，不错。那刚讲评的我们的马队长应该是在场下比赛的。没错没错。现在看看3队，目前领先的是第3道的 TFA。啊 ，TFA 滑的也很好呢。嗯。后面2、3名也都还保有一定的竞争能力。其实蛮接近的哎。这个角度看起来是蛮接近的，不过应该是跟2、3名有一段小落差了啊。那 TFA 跟创友1条龙是很接近，那距离前面的福卡福卡瓦是大概是有1个船身的差距。1条龙加油啊！要不然回去要多做伏地挺身啊！我后面体能长现在直接在直播间跟你们信心喊话了，精神提醒一下。我们讲现场的选手都已经很卖命了。这个距离真的要追就有困难，有困难。所以看起来第3道 TFA 在这个组别脱颖而出，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要能够顺利的
进入到终点啊，现在应该是准备完赛了。好，我们恭喜 TFA， 恭喜 TFA 成功的完赛之后，也顺利的晋级到复赛阶段。那后续是创有一条龙以及福卡瓦也都进入到终点。好了，那我们创有一条龙今天要加菜了。加菜可不是加菜哦，是加重量训练的菜单。回去准备做伏地挺身。创有一条龙大部分都是从哪边住在哪边的选手？我们主要也是政大 EMBA 下面的创业主班的组成的学员的队伍。那今天就是罚他们抱着自己的奖跑回政大。哎呀，其实他们每天能够4点多起床，然后5点多下水，这都非常了不起了。对，我想不要说练习啦，光起床就已经难倒不少人，而且你必须要在大概4、5点左右就要在练习场上就要集合了。是啊，对，所以你可能要更早。我看到 TFA 在刚刚的这个组别划出2分23秒的成绩哦，哇，这个成绩其实应该是我们在败部复活组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最快的。哇，我可能要看一下哈，好像是最快的。那这样我们输了不冤枉啊！啊，恭喜他们啊！我们创业主办的学长姐都很可爱，因为几乎都是公司的创办人或者是高管。像有人已经因为划龙舟减重30公斤了，所以这才是他们持续来训练的动力。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女子组，第一道是铭传旭源火金啊，第2道是法巴女神龙，第3道是远东国际同济会。我想在赛事的安排上面，其实，大会这边给女子组比较长的休息的时间啊。这是非常贴心的安排。能够凑到同一艘船，大家都愿意出赛，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啊。尤其女孩子又怕晒怕黑。场边这个应该是，这应该不是海鸥吧？这种海鸟啊，也来一起看比赛啊，共襄盛举。其实我们比赛的地点就在百灵桥下啊，所以如果观众朋友今天其实也不用上班啊，有空的话还可以顺路走走看看。现场看龙舟比赛，其实那个感受跟你透过电视荧幕这样看是不太一样。那你看着现场的选手在奋力划桨的那个神情啊，还有这个比完赛之后回来啊，这个走星光大道这个过程，一起感受这个选手的快乐。我们也很欢迎大家在端午节的时候可以到大家河边公园，那真的是一个国际盛会。那平常如果说，在直播间或者说在电视上看到直播的观众朋友，对于龙舟是有兴趣想要参与的话，马队啊，这个铁人长会怎么样去建议他们？啊，就是说寻找一下这附近，或者说他们自己本身县市的资源，必须要从哪边开始找起？依我们现在的这几年的经验，您可以去找码头，几乎每一个码头都有管理的单位，那他们也都有成立的船队的龙舟队，所以，所以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先去从码头教练那儿开始问起，
然后再来，现在几乎推广到每一个大学也都有他在招募的龙舟队，所以如果说你有学校的话，也可以从大学去，包括社区大学哦，这都是很好的方式。或者是如果透过龙舟协会去做寻找也是可以的。嗯。好，现在我们看到在女子组的部分，女子组败部复活赛的第一组别，现在3队都已经出发。那看到目前领先的是发巴女神龙啊，在第2道。那第1道是民船旭元虎鲸，第2道是发巴女神龙，以及第3道远东国际同济会。都滑得很好，训练有素，真是不简单。刚刚画面上看到穿着粉色的应该是远东国际同济会。那现在应该是排名第1的发巴女神龙。同济会还有机会，不要放弃啊！还蛮接近的哈，过了100公尺，最后的一个冲刺线。可以看出来，选手应该是已经体力都已经来到极限了啦。刚我们摄影师拍到一个特写镜头，哇，这个滑得很费力哦。尤其是今天早上已经有进行过1场，那现在下午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再滑1次300公尺。歪掉了。所以最后这里好像，好像就是有一个竞争的机会，结果是没有办法。这最后这边是舵好像就歪了啊。这样算不算呢？那这样看起来应该就是不管怎么样啦，应该就是让发巴女神龙拿到第1了哈。而且，哇，只能说可惜了啊。这我相信应该是为了要去拼那最后的冲线。那舵这边可能也是有点失控的状况。好，所以我们就恭喜发巴女武神啊，女神龙，游出了2分啊，划出了2分38秒的一个成绩。可惜同济会了。其实我觉得最累的还不是500公尺，最累的是那个拔河，龙舟拔河，那个可能只有30秒就结束了，可是那真的是吃奶的力气都放尽了。尤其是如果你是力量可能比较弱一点的那一方，就是奇怪，好像我用力的往前滑，结果船身是一直在往后走的，那个就是很痛苦。而且龙舟拔河又快速又容易受伤，哇，那真的非常吃体力。所以欢迎大家来三角渡参加龙舟的各项赛事。
画面上看到的应该就是百灵桥啊。嗯。那再往前那边应该就是儿童新乐园，那个算是蛮明显的一个地标啊，摩天轮。嗯。在女子组的部分，我们看到现在要进入到败不复活的第二组别。玫瑰马卡龙在第一道，第二道是大地正红，以及第三道的 Will Power。我们场边这里，这应该是在出发点这里啊，就是说拿着绿竹竿的这边要去维持船手平衡的啊，这个算是工作人员非常辛苦了。我想参加精神杯龙舟锦标赛的选手，可能每一队之间的这个实力差别还蛮大的。就是说，有些队友他可能是真的是一整个年度都是在训练，那有些队友可能训练大概是几个月、1、2个月的一个时间，啊，刚组队不久，所以这样的差别会让选手对于整个水性还有整个龙舟的掌握度讲的方向的一些掌握度不是那么了解。甚至有可能就在出发的这个阶段，就消耗比较多的时间去调整。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会把精神杯当成是，以战养战的会前赛一样。那个，请容许我沙哑的声音因为刚加油加得太过度了。等一下要超体能了，待会。一条龙可能哇，选手看到我们体能长，应该会皮会绷得很紧哦。不会，他们今天表现得不错了。再看到这一组玫瑰马卡龙在第一道第二道是大地正红，以及第三道的 Will Power。目前看起来，我们的马卡龙好像是暂时是领先，那领先的幅度并没有很大。那第三道的 Will Power 其实也是非常的接近。今天马卡龙队伍都表现得不错，而且他们的服装也非常有特色，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呦，哇，非常的激烈，追上来哦，非常的激烈，追上来喽！现在第三道的 Will Power， 哎呀，也非常的接近，而且看起来好像是反超了。对对对，反超了一个龙头，所以最后的冲线是关键的。这100公尺，13道的 Will Power 跟玫瑰马卡龙竞争非常的激烈，紧张啊！这时候要不要使出舵手驻滑战术呢？两队目前都没有，可能底牌最后才要拿出来用。
哇，看一下最后的冲线。最后看起来好像是第3道，第3道的 Will Power 好像是拿下来了。加油！哇，这一组算是还蛮激烈的哦。玫瑰马卡龙跟 Will Power 的一个竞争，到最后才分出胜负了哦。好，那我们场边这边呢，邀请到是我们创有一条龙的前大队长蔡可斌队长你好。主播、各位来宾、各位听众，大家午安，大家好。我们先看到现场的成绩啊，就的确是由我们的，不过这里好像是 Will Power 是 Will Power 拿下了第1名啊。所以刚刚这边是看错了是 Will Power 拿下第1名那玫瑰马卡龙就比较可惜了差一点点差大概是2秒多的一个时间那我们就恭喜 Will Power 晋级到这个复赛。刚刚一条龙还蛮可惜的这是算是遇到真的是实力很强劲的对手了因为我们刚刚看了一下。你们的对手应该是 TFA， 对 ，TFA， 他们划出的是在败部复活赛最快的一个成绩，2分23秒。对，你们划的成绩其实也不慢。我们看一下在下一个组别，这个组别应该是。看起来应该是男子组的复赛那第1道是续缘人，第2道是 Win Power。好，第1道是续缘人，第2道是 Will Power， 第3道是兴隆模板这是在男子组的复赛。那兴隆模板在前面有滑过一次这个，算是第3次了，第3次的初赛，在上一场他们是败部上来，所以对他们来讲，可能体能上面会比较劣势一点那前面2队都是在前面的第1场就初赛的时候就已经先拿到分组的第1名了。其实刚刚有跟这个佐夫有聊到了，就是我们一条龙的体能长他说看你们划这个成绩，可能待会要拿着奖跑回正大。每个队员心里面都有属于自己的第1名。的确，我们是开玩笑啦，开玩笑这样讲。我们创有一条龙的精神就在这里这个仪式感，还有我们出场的这个气势、纪律，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是所有队伍里面是最精实的，最有纪律的。对，当然说，你说在河道上的表现或许不比年轻的队伍，但是我们自己认为，在心里面每个都是第1名。我们也希望说每一支队伍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精神真的就是来划龙舟有时候
我们讲它毕竟是一个竞技运动，有输有赢啊。但是对于自己队伍的那种向心力啊，我想这也是划龙舟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是。所以今天我们其实也看到很多队伍，就算他们真的是输掉了，失去了资格，但是他们整个队伍的凝聚力还有那个感情是非常深厚的，越来越升华。透过每一次的比赛。现在我们看到在复赛的部分啊，男子组的复赛啊，第一道是旭元人，第二道是 Will Power 跟第三道的兴隆模板啊，现在都已经出发。那比赛越进行到后段啊，这个竞争的这种激烈程度就越强。那对于选手来讲，体能的考验也越大，因为后面的比赛可能都是第2场、第3场啊，甚至我们今天可能到冠军啊，有机会要滑到第4、第5。对。最多的话，大概就是会滑到5次啊，5次300公尺，那就是1500公尺。所以相对平时的这个体能的训练也非常的重要。好，现在看到在领先的位置啊，是我们第2道的 Will Power。那 Will Power 刚印象蛮深刻，是在女子组的败不复活，拿下了最后一个晋级的门票。啊，所以待会在女子组也会看到他们啊女生队的一个赛况。现在 Will Power 领先的幅度是越来越大了。好，所以看起来应该就是 Will Power 这边率先通过了终点啊。那在复赛阶段一样啊，就是说如果没有滑到第1名的话，如果不是分组第1的话，就没有办法晋级了。那所以旭元跟兴隆模板今年的比赛就已经画下了句点，但是并不是他们龙舟生涯的终点了哈。因为大家都知道，精神杯算是在6月大赛之前的一个前哨战，然后后续不管是今年的比赛，甚至我们讲明年、往年、后年的一些比赛，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参与。是。透过画面看到刚刚比赛的一个状况，成功晋级的 Will Power。好，我们看到在秒数的部分，哇哦 ，Will Power 这场比赛滑出了2分07秒，哎。这算是非常快的一个成绩喽。接下来我们看到，在这个组别，第1道是焦糖马卡龙，第2道是彩虹重击长风，那第3道是阿嘎巴主力。一样是只有第1名能够晋级。那现在看起来是第3道阿卡巴主力，非常的快。那第1道焦糖马卡龙其实也不差，而且甚至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有机会追赶上来。哇，速度非常快哦！
讲评比较快，而且节奏一致。画面上这样看起来好像是焦糖马卡龙目前是第一的，可能要通过我们中线之后才会知道。哇，这个角度很明显的，应该就是飙过去了啦。现在第一名的是焦糖马卡龙，但是领先的幅度并不是很大，大概就只有2-3公尺左右的一个差距而已。来到半个船身了，还在持续的加速。哇，焦糖马卡龙速度非常的快，前面的起航其实他们的加速是比较慢一点，那后面的慢慢的速度追上来。那第3道的阿卡巴主力比较像是前面的这种爆发比较强，但是后面的续航力是不够的。但是两队现在还是蛮接近的。我想现在就是拼看看到底谁在最后的一个冲线。外掉了啊！那这样子会去撞到，很危险！哎呦，哇，这导致后面的这个第2道的舵手直接落水，直接落水，而且他这个不是被打进，他是直接跳进去了，因为太危险了啊！他这个应该是主动跳水的，哇！为了要去拼这个速度啊，所以导致这个整个船身的偏移。哇，这状况真的很危险呢。这可能要看一下现场，马上要有人过去看一下，是不是要赶快去救援，把他拉上来？对，哇！那这时候就体现了消防救生员的一个重要性啊。那同时，为什么就是会让每一位选手都规定说一定要去穿这个救生衣，就是以防万一啦，会发生这种状况。那这边也想要问一下蔡队长，就是说平常你们练习的时候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吗？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大家开始要拼冲线的时候，突然间船手直接跑掉了。哇，就在这里，跑掉之后就没有办法了，停不住了。那后面我们看到舵手他就直接跳船。我个人怀疑这个彩虹重击的对手的这个舵手哦，他搞不好已经期待这个动作很久了，在心里面演练很多年哦。这个我们其实是在龙舟上随时都要去想象着一种任何的意外的发生，包含当状况来的时候，我们的跳水的动作包含姿势，对，所以可能心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演练。那看到船头已经撞击过来的时候，第一个动作就是直接反应往下跳，避免到人的身体的受伤。所以应该是第3道的阿卡巴主力完赛了啊。那刚刚应该是第1道的焦糖马卡龙船手偏移的情况很严重，也去干扰到彩虹重击的一个完赛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其实还蛮可惜的哈。那我们还是恭喜阿卡巴主力成功的晋级，恭喜。就我们彩虹的舵手也已经回到舵手的位置上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组别民船旭源蓝鲸那是在第1道，第2道是山村，第3道是南极冷冻壮年队。好，这里我们看到，在起跑线上，3队都已经出发。
目前这3队其实速度也蛮快的啊，那看起来应该是第一水道，啊，第一水道的铭传旭元蓝鲸。速度非常的快。哇！而且现在应该是已经海放了第2道跟第3道了。铭传旭元蓝鲸这个速度非常的快，节奏也非常的好，遥遥领先呢。领先大概有2个船身。好，最后要来冲线，准备完赛。我们看到在这一组也成功的冲线之后啊，蓝鲸队啊这边拿下了这场啊 P 组的分组的晋级资格啊，铭传旭元蓝鲸啊，恭喜他们。那我们场边这里也是邀请到我们海山高中手球队的教练啊，王正宪王教练啊，教练你好。主播你好，我是海山高中的手球队教练，我叫王正宪。好，那我们都还蛮好奇，就是说为什么当初会让手球队来去划龙舟啊？因为手球跟龙舟应该算是差距蛮大的一个运动。对，确实我们平常在路上打手球，但没有机会下水参加水上运动。那手球运动呢，它平常就是它正常比赛就是7个人上场，6个球员，1个守门员。但目前我们海山高中的手球队在全国里面算是人数非常多的，可能已经快到30位。所以其实正常比赛报名，我们有一半的选手都还在学校培育这样子。然后想借由龙舟运动来让团队增加一点团队的默契跟向心力。对。那龙舟运动真的是可以去凝聚整个团队的意识啊！那我们待会再来讲啊，待会再来聊。我们看到铭传旭元蓝鲸这速度真的好快哦，划出了2分03秒58的一个成绩耶，目前看到是最快的。但这个可能是跟现在的一个水流是有关系的哈。那我们刚刚在中午的一个时间是逆流的情况，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又变成比较平稳的这样子的一个水流。哦，这一组是造浪者跟武士家。那造浪者是在第1道。好，那在这个组别只有2队了啊，因为这个参赛队伍的关系，那2队都已经出发。那当然我们也是很幸运的问到我们这个海山高中的手球队了。但今年手球队我们是知道拿到全国的冠军。是的。好，那手球的运动员，我想他们在整体的一个训练上跟龙舟是比较不一样的。那平常一般训练时间应该是利用这个半天的时间在训练，那另外半天是必须要去上课。对，因为在手球运动，它是在学校里面是算是特色项目，然后是体育班的学生。那早上一样是正常的跟学生一样练习，那下午的时候会安排专项课程，让他们出来做专项的训练，这样子。那所以，如果说真的要练龙舟的话，一定就是清晨要晨练。对，就是在周末的时候晨练。然后因为学生确实
要到百灵桥啊，或者是微风运河这种训练的地方，他必须要搭车，但有的时候早上确实比较早，他车也比较难搭。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利用非赛季的时候，像现在这种4月的时候的专项时间，我们不练手球，然后特别到水上去做龙舟的训练一下团队的默契，这样子。这样子的训练其实对于当然说手球的技术上没有不是很明显的提升，但是就是为了就是凝聚大家那个合作团结的那种凝聚力的精神，而且其实我感觉这样还蛮不错的啊。就是说你如果整个体育班都是一直在训练同样的一个项目，其实也是蛮枯燥乏味。对的，是我们想要透过龙舟运动，让他们的上肢增加一点力量，然后再回到手球训练的时候，我们在做投掷的时候，上肢也会更有力量去做投掷。那手球可能简单的跟观众朋友透过口头介绍一下，就是它的场地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种类似足球类似室内足球的感觉，但是它是必须要用手去做射门。是的，手球场地跟室内足球的场地是一模一样，它的长度是40公尺，宽是20公尺。那室内足球是5个人在场内，但手球是6个。那平常我们都是用手在做射门，然后利用跑动甚至传接去做一些空中的射门的技巧展现这样子。所以跟龙舟的这项运动其实很难去想象到这2个运动可以结合对，但是也是想说透过龙舟运动让小朋友多参与跟运动有相关的，然后希望他们在下一个阶段，可能甚至上大学，他可以多一个运动项目可以去做选择。哇，我们看到在刚刚这边成绩造浪者是拿到第1名2分0324，然后那焦元50加就比较可惜旭元50加拿到是2分03秒53。所以是造浪者成功的挺进到下一个阶段。那现在我们看到是台积逐梦在第1水道，那第2道是台湾风暴。那当时也想要请教一下教练，说当时是因为什么样子的一个原因刚好有认识的朋友吗？还是说有什么样的因缘际会才把选手带来龙舟？在大学的时候，我自己是就读台北体院，然后当时是我们的教练叫何维华教授，那他曾经也参与过龙舟运动，然后由他来启发我，带我们那个时候还是选手的时候去参加新北市的议长杯。那当时其实也不是为了要拼一定要赢，但是就是希望教练就是希望我们在这个团队运动里面增加一点我们的凝聚力。那后来回海山高中任教的时候，我觉得这份精神非常的好，因为毕竟学生可能在自己专项的时候会做很多的训练跟发展，但是他对于第2专长这件事情，其实他很生疏，甚至也不愿意去尝试。那在这几年的培养的过程中，学生练着发现，其实虽然我们不是手球运动的选手，但是上了龙舟之后，确实可以展现出不一样的精神跟态度。那学生也越滑越有兴趣，这样子。所以其实也希望说有越来越多，不仅仅是社会人士其实如果说你是在学生、普通生，甚至是你是体育班的学生，或者是专项的教练，如果说有看到我们的直播说看到我们现在的龙舟比赛现在如果整个球队一直在训练同样的运动，其实对选手来讲，有时候会有一个疲乏期就整个球季，你也不要说整个球季，就整个赛季，或者是整个高中的3年、国中的3年，甚至大学的4年，全部都在投入在全部同样一项的运动这个真的会让蛮多选手会陷入那种厌世的那种感觉、倦怠的感觉。对，所以偶尔会让选手出来稍微透风尝试不同的运动，而且有不同的效果。我想，虽然说龙舟这项运动的技术可能跟手球没有
多的这个关联啊。不过整体下来，我想应该对选手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甚至来参与的这个精神杯的比赛，算是我们队上的第一次参与。说实在话，来到了现场，甚至看到了这么多这个社会人士，然后在这个专业的龙舟的技术里面，其实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好，所以我们看到刚刚在这个组别，应该是我们台湾风暴啊拿下了分组的第一啊，成功拿到晋级的资格。这看起来应该是在男子组的部分呢、都已经完成了。公开男子组的这个复赛阶段啊，最后的这个组别已经完赛。然后最后就要来看看成绩啊，是划出2分10秒56。那我们恭喜台湾风暴。那接下来要来进行的应该是混合组啊，公开混合组的比赛。后面上我们看到在比赛的岸边啊，其实也聚集蛮多观赛的哦，这可能都是在周遭的居民啊，或者说在场边运动的这些居民。那有些是比赛的选手啊，有些是选手的家属。现场其实看起来还蛮多人的。今年报名参加精神杯龙舟锦标赛，总共只有63队啊。那63队，如果说一队最少要12个人的情况，那哇，这样算一算，可能都就是接近破千，对，人数可能就破千。我们看到现在是公开混合组的复赛，那第一组啊，第一道是 Tsunami， 那第二道是摆渡人，第三道是南极冷冻青年。像我想这样子的龙舟比赛，让更多的年轻一辈啊，年轻的一代可以去看到啊。其实龙舟赛事，大家对于龙舟比赛的印象就可能就是1年1次啊。其实参与龙舟这项运动的人口其实蛮多的啊。透过今年精神杯的一个参赛人数来看啊，光北区啊，还有东区、南区的一些的一些队伍啊，加总起来。今年报名总共就有接近1000位啊，这个龙舟的选手。那后续如果说可以让比较年轻的国中高中生能够多多的参与这样的一个比赛啊，我想这不仅仅是一个这个竞技运动，其实也是一个文化的传承。而且这有点像是我们以前国小、国中、高中那个跑大队接力的感觉，就是必须要大家一起去完成的任务。对，团队运动。对，那大队接力是只要有一个人掉棒，哇，整个
队伍的成绩就会被拉下来，而且拉很多。那龙舟也是一样啊，如果说今天有一位桨手，节奏特别的不对，那可能整艘船的这个速度就会变得非常慢，就被影响。对，甚至我们看到今天很多的是舵手的问题，就舵手可能在控制方向上没有办法很精准，那最后是直接转向跑到隔壁道的。今天的风跟浪，甚至水流确实是比较不稳定，所以在划的过程中，大家除了出力之外，确实在那个划水的稳定度上，可能跟平常练习的感觉一定不太一样。好，现在我们看到应该是第2道的摆渡人，速度还不错。在混合组的部分啊，就是至少有4位桨手是女生，那其他是在鼓手跟舵手的部分是不限性别。那第2道的摆渡人目前看起来有非常快的一个速度。复赛一样也是只取1队啊，所以在这场比赛如果没有办法抢到第1名的话，那就是明年再见啦。那我们看到摆渡人通过了终点，恭喜摆渡人。现在要来等待就是现场大会的一个成绩。好，看到成绩。就是摆渡人这边成功的晋级了，那划出来是2分14秒的一个成绩，也是非常的不错。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第2组是我们的沃夫歪狼。在第1道，第2道是诺亚方舟，第3道是划一脚，一样是公开混合组的复赛。在混合组的部分呢，复赛总共有6组要来进行。那6组选出最后的6队要来进行2场准决赛准决赛再各取1队晋级到冠亚季军赛。那排名在2、3名的排名在第2名的再取1名进到最后的决赛。所以等于说每一队有输1次的机会了，每一队有输1次的机会。目前看起来是第2道的诺亚方舟，速度算蛮快的。那第1道是沃夫列狼，以及第3道的划一脚。今天比赛我们只有看到少数，就零星这种，前面是领先，但是最后被反超的情况，除非说他自己本身发生失误。那一般都是刚开始起航的那个节奏，如果说领先的话，后面其实对手就很难再追上你。
对，因为这个300公尺的比赛，确实在距离上你要再反超，确实没有这么容易。哇，不过这场比赛好像是例外哦。我们看到第一道的沃夫利朗追上去了，很快哦，这是真的追上来了。诺亚方舟原本在前面200公尺的领先，现在是直接被追上，被追平了。甚至我们现在看到，好像是沃夫这边有微幅的领先哦。哇，好像是真的超过去了，真的反超了。才刚讲，后面的力量还越来越大。哇，那这看的是让诺亚方舟这边的选手会觉得很无力啦，真正是没法度啦。前面领先的一个情况下，后面真的速度完全没有办法维持住。沃夫直接在后面的100公尺拉尾盘，哇，这个尾数很快哦。他们的战术运用的跟其他队不太一样，前面起步是比较慢一点啊，但是慢慢的加速，慢慢的加速，维持很稳定的一个节奏之后啊，到最后的100公尺直接反超。哦，到这边看起来都还有半个船身的一个差距，在前面的100公尺就出现了比较大的落差，那慢慢的追上来之后，最后的100公尺反超，哇，真的是很厉害。这个可以说是今天所有的比赛当中配速的这种战略最成功的一队了啊！沃夫列朗在这次预赛的第2组划出了2分14秒的成绩，非常快的一个速度啊！那诺亚方舟是2分17秒啊，比较可惜。我们看到选手拿的这个奖啊，其实看起来他是不是就是没有所谓的正反面，是两边是都一样的吗？两面都可以，所以没有分左奖跟右奖。没有，它有分奖的长度，现在大家使用的奖几乎都是可以调整的，随着你的身高甚至手臂的臂展去调整到自己适合的位置。去做划水。那目前看到的桨都是，在落水面这边都是直角的，有没有是弧形的这种桨，弧面的这种桨？它的桨是国际标准规格的，它的桨面应该都是一样的，都是统一的。那今天我们看到是第3组啊，第1道是法巴，第2道是成就者啊，第3道是今天算是。服装啊最特别的一对啊，金比罗丸，金比罗丸他们是等于说是5套制服了啊，总共有10位桨手，一队一队的，像我们第1排是红色，第2排是黄色，再来是这个墨绿色、蓝色跟紫色，大家都穿不一样的，对。啊，鼓手跟这个最后面的舵手也都不一样。鸣笛出发，现在我们看到第3道的金比罗丸，第2道是成就者跟第1道的法巴。我看一下第3道的金比罗丸，它的一个破水高度，溅起的水花非常的高啊。第1道
法巴其实速度也不慢，两艘船竞争算是蛮激烈，慢慢追了上来。这两艘确实在划水的节奏上抓得非常稳定。如果说节奏差不多，力量也差不多，桨手的实力差不多的话，那关键可能就在舵手的一个掌握。我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第一道，法巴这边是取得了领先了，率先通过200公尺标杆。现在距离在加大，领先的这个距离开始慢慢的拉长。看看后面金比罗完有没有办法挤出更多的力量啊？不然这场比赛要拱手让人哦。那第二道的成就者看起来应该是不太可能的啊，没有什么希望。这个差距已经很大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哇，金比罗完最后的冲刺有机会吗？两队还蛮接近的，结果好像是第一道法巴还是稍微快了一点点。哇，好可惜，这个角度看好像就真的差了一个龙头的距离哦。但是我们是从岸边这样看的话，会比较清楚。坐在船上的两队的选手可能不是很确定。现在这个时间这么接近的情况下，应该是蛮紧张的。最后这应该是20公尺，法巴又直接把速度给加上来。目前就画面上看到，肉眼判断的应该是法巴啊拿到这一组的晋级资格啊，那就看看我们的这个判断是不是正确。哦，的确是如此，而且真的还蛮接近的啊！法巴这边是华硕2分12秒24啊，那金比罗完是2分13秒43，那成就者啊，这是无缘晋级了，2分26秒06啊，跟金比罗完都要明年见啊。那我们就恭喜法巴。这时候获胜的队伍就是回来准备，来享受一下队友的欢呼了啊。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在下个组别拉瓦山在第一水道，那第二道是外狼，以及第3道的四季龙。其实能够进入到复赛啊，实力都还蛮不错的。这应该就是周边的居民了啊！哦，这妹妹怎么在玩爸爸的肚子？趁端午节之前来看看龙舟比赛，感受一下这个端午节的气氛，而且也可以顺便跟小朋友教育一下啊，机会教育一下，也可以讲讲这个龙舟的故事。台湾的龙舟国家队确实在世界闻名啊，所以这几年确实在龙舟运动也相当盛行，甚至现在比的这个精神杯的队伍真的是一年比一年还强。
大家的技术水准上是真的是越来越好。而且在龙舟这项运动，其实对于选手身材要求没有这么高了。就说，如果说你的身高不够，其实来划龙舟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啊，最重要的是整个团队的一个配合跟默契哦。对。那如果说是手球的话，那影响应该就蛮大的了。手球非常吃身高，甚至全身性运动。对。而且不仅仅是你的身材，你也必须要具备有很强的爆发力。对，比如说你在这个进攻线之外的一个起跳啊，禁区之外的起跳，哇！我想观众朋友如果说真的还没有看过手球比赛的，真的应该要上网稍微找一下，其实是非常精彩。而且在手球比赛里面的比赛时间也相当长，它上下半场各30分钟。所以他整整要打1个小时，所以在肌肉量上，甚至身材上也不能太粗壮，因为毕竟他跑动的时间是需要很长。然后在全身性协调，因为就像空中射门这个东西，它很吃身体的协调性。哇，这3队实力现在相当，完全是非常的焦灼。侧边角度看，好像。三艘船是基本上是并排了，拉瓦山、四季龙、Wolf、外狼，现在3队连成一线，要来做最后的冲线了。到底谁可以抢到这唯一的一张晋级门票？我好像是第3道这边，第3道的四季龙率先通过终点。几乎3艘都同时抵达，最后应该是在这50公尺的冲线分胜负了啊。那在前面的200公尺啊到250公尺这一段时间，其实3艘船没有什么太大的落差，还蛮焦灼的。我记得以前的所谓的这种传统龙舟赛事是有最后的这种标杆手就要去抢旗的啊。那现在的比赛应该是看起来都是直接等于说龙手过了终点线之后，这个码表就会暂停，像跑步比赛一样，因为他们那个微小的分差都很重要。但像我们去年参加的议长杯，就是晋级到决赛的前8名才去夺标。那在预赛、复赛的时候，都是冲终点压线的电子表。对，所以还是有保留这种传统的一个赛事的规则。对。好，我们看到在下一个组别。第1道是旭元5世家，第2道是 Zero， 第3道是 16 Sanity。现在看起来好像第2道的 Zero 速度还蛮快的，好，那第1道其实也不差，好，第1道是我们的旭元5世家。目前旭元5世家慢慢的追上。那第3道看起来应该是已经
失去了竞争的本钱了哈。现在就是变成说是2强在相争啊 ，Zero 跟炫50加。看起来好像还是 Zero 这边领先比较多一点啊，准备要通过终点线了。恭喜 Zero。这个角度看应该就很明显啊，率先通过终点是我们的 Zero， 所以也要来角逐啊最后的这个冠亚季军决赛的机会。这看起来应该是又有选手回来享受这个星光大道了。看一下刚刚，哇 ，Zero 这边又滑了2分整哦，2分018，相当的快。那炫50加就比较可惜啊，2分02秒其实也非常快了。这目前看起来 Zero 应该是最快的啊，在复赛阶段，2分整算是最快的一个成绩。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是 TFA 在第1道，好，那黑潮在第2道跟第3道是 Luma， 这也是混合公开组的最后一个组别，好，复赛最后一个组别。那其实我们看到这炫50加就可惜了，因为他们是整个复赛阶段滑第2快的，但是就是跟 Zero 刚好分在同一组，这所谓的死亡之组就是这样啊。那这个成绩应该也可以晋级下一轮的，甚至是有机会来挑战哦，挑战这个最终的这个冠亚军啊。好，现在3队都已经出发，目前第1道是 TFA， 第2道是黑潮，第3道是鲁马。鲁马这边好像少一位桨手，哦，没有，哦，5位，啊，这有一位刚好被挡到了。今天比赛其实有看到蛮多队是少一位的啊，这可能是有可能是身体有状况了，那有可能是真的临时啊出什么有什么事情不能来啊。10位是蛮最平均的一个划水。第1道的舵手也在助滑。目前看起来应该是第1道的 TFA， 领先的幅度比较大一点哦。那现在就是要安全的度过终点线就可以完赛了。
第1道的率先抵达终点。哇，这个拍手没有拍到，不小心打到队友的头了啊！但是没有关系啊，能够拿到这个晋级的机会就已经很开心。而且这个状态应该是滑完300公尺之后手应该是软的，对，手非常的酸。应该是来到了今天的第2场了。甚至有些队伍应该是滑第3次3场，对，因为有一次的败部。哦，哇，真的是在同一天里面体力的大考验啊！平常如果说在龙舟的一些训练课程上面，一天大概会有多少的训练量？我们平常大概都是1个小时。因为对于龙舟训练选手在上面做高强度的训练，时间也没办法太长。好，所以 TFA 这边是划出了2分03秒的一个成绩，也是非常的不错。哇，那刚刚上一组的旭元武士家真的很可惜。对啊。那待会应该是要来进行是男子组或者说是女子组的这个准决赛，应该是女子组的准决赛。那因为现在这个时间呢，可能也会让选手稍微休息一下。那毕竟比赛到后面呢，这个时间是蛮紧凑的。等于说你可能滑完一场，休没有不到30分钟，20分钟、30分钟，可能下一场马上要来了，所以这个时间可能就是看大会怎么样去安排可能到后面的赛程会让选手有更多的、更充分的休息时间。那我们目前看到应该是场上都已经就位了这个是在公开男子组的，公开应该是女子组的比赛 ，Will Power 在第1道那第2道是台湾风暴，以及第3道是民传旭元独角鲸，一样是只取1队晋级。如果说可以在这个组别拿到第1名，那就确定就是进入到最终的决赛。现在的天气其实真的就变得比较凉爽一点了，不然中午那个时间真的是太热了。在我们设置码头这个方向看过去，其实也可以看到101包含场边的百灵桥新儿童乐园之外另外一边的也可以看到圆山大饭店。所以这个位置其实真的还蛮不错的，就是说台北市的基本上很多的地标都可以尽收囊中。现在我们看到在女子组的组别已经正式的开赛准决赛的比赛。
在第2道跟第3道竞争非常的激烈。第2道是台湾风暴，第3道是铭传旭源独角鲸。2艘船的船手，哇，这个真的是很接近哦，应该是大概只有2-3公尺的一个差距，要来冲线了。最后的10公尺。 看起来应该是第3道这边领先，率先通过了终点线。好，第3道是我们的铭传旭源独角鲸，好，恭喜他们成功的晋级到冠军战。好，所以应该是我们的铭传旭源独角鲸拿下了这个决赛的门票了啊。好，画面上看到是铭传旭源独角鲸它的一个成绩啊，他们在今天刚是划出了2分07秒啊，2分07。那第2名是台湾风暴，那后续是威尔炮第3名。待会还有一次机会啊，是最后的这个再取1名进决赛的一个机会。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1水道是简单滑，第2水道是法巴女神龙，这是公开女子组的第2组，也就是最后一组，2取1，拿到这一组第1的，可以成功的晋级到最后的决赛。现在我们看到应该是在第1道的简单滑，稍微有半个船身的一个领先。如果说可以在这个系列这个准决赛当中就先获胜了，那当然是比较轻松了，也可以为自己争取到比较多的休息时间。那现在结束的话，等于说有1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去休息。
那如果说是还要再滑一场，那可能变成说下一场次是在6点12分啊，6点12分要出赛，好，并且在最后的更正一下，4点12分要出赛，那4点半还要再进行的最后的冠军战，好，这就非常疲累了啊。这边邀请到是龙舟协会的理事长啊，陈文尚陈理事长，理事长你好。你好，你好。好，那我们今年的这个精神杯龙舟锦标赛是办到第19届了啊，那算是蛮有历史的一个比赛。那我想今年参加的队伍其实蛮多的，总共有63队，加起来可能快要1000人哦。有超过1000人，一队都差不多报名20个左右。如果说在看直播的这些观众，或者说本身自己有在练龙舟的这些选手，想要参加这样的比赛必须要在什么时候报名？如果说明年想参加的话，明年想参加，因为我们精神杯大部分都是在往年都是在端午节后面，然后我们这2年就改在端午节前面，因为这些我们队伍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有自己的队伍在比赛，所以端午节大家都会比较忙。那我们可能要知道，我们应该报名都是前1个半月会开放报名。所以大概在3月份左右就要陆陆续续去注意到这些消息。好，那在 Facebook 我们看到有官网了哈，都可以随时去注意。对。所以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兴趣的选手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哈，那个官网的一些消息。对。那我想比赛真的是越办越大了哈，今年63队哦。去年也不少队，去年好像也80队左右。好，我们看一下现场的一个成绩哦。简单滑这边是滑出了2分07秒啊。那法巴女神龙比较可惜，差1秒钟，应该说是差不到1秒了啊，2分08秒78啊，所以还要再多滑一次啊，这个最后的一个机会，就是那个算第2次的败部。对，第2次双败的一个淘汰。对。所以法巴女神龙待会要跟台湾风暴还有 Will Power 来角逐这个最后一张进决赛的门票。好，那现在在女子组的部分公开女子组基本上进决赛的已经确定有这个铭传的旭元独角鲸跟简单滑。那接下来要看的就是男子组的比赛。因为早上到现在，应该早上算逆流会比较不好滑，而且这木龙又比较重，所以木龙又小龙，它可能力量要很大，它才会跑，所以滑起来比较吃力一点。而且我们今天其实看到蛮多突然间拐弯的。对，就是拐弯，有些因为在我们这边其实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跟台北大家不一样，就是我们舵手可以助滑。那驻滑基本上来讲，有些驻滑的它其实也不一定不会歪掉，那就是应该是到最后面大家在最后冲刺的时候，它的扭力又大一点，然后也紧张，那舵手可能有这方面会被影响到。对，很多都在最后冲线的时候，真的要拼那个1-2秒了，对，跟对方要拼压线的那个时候，对，那舵手可能力量突然间爆发出来，对。整个船手就偏掉了。那舵手他本身也会紧张嘛，因为到最后再抓一点点，再抓的时候也会紧张。那紧张等于可能有时候一晃神就歪掉了，因为那时候船速会比较快一点点。所以也是选手要特别去注意的，有时候在速度跟稳定性之间还是要做到一些平衡哈。那也请理事长给我们介绍一下，说除了说现在我们进行的这个精神杯之外，在之后现在是5月初嘛，那之后可能5月中，甚至到6月份、7月份，有没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参加？或者说我们观众朋友可以看。我们除了有接一些企业的比赛，我们自己自办的比赛，协会自办比赛应该今年8月跟9月都会办，8、9、11月都会办，这是我们例行的比赛。我们今天比赛1年差不多5场比赛。那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现在还没开放报名，还没有开放报名对啊，所以也是关注这个协会的官网。对，正常应该有。现在我们这个码头也差不多快30队在这边练习嘛。那其实消息出去，大家都知道，都知道什么时候比赛。所以现在应该是有蛮多队伍在蓄势待发哈，想办法要在今年的下半年好好的展现一下自己练习的成果。对，因为现在龙舟跟早期不一样，早期它只是端午节嘛，那现在龙舟已经算全民运动了，而且女生还比男生还多。哦，都一大早都4、5点，大家都起床在这边练习啊，因为他为了要上班啦，那天气的因素，所以说早上都练到6点多7点就回去刚好上班这样。不是回去休息，是回去上班。一一般来讲，就是运动结束哇，好累哦，回去冲个澡睡一觉。不是哦，龙舟是回去你能够冲澡就赶快就要再出门去上班。因为龙舟像我这么大的年纪，我也自有在滑，因为所以是划龙舟，其实它运动伤害也不大，因为它有水有阻力在，它不是像玩棒球会玩一些球类运动或跑步运动，它可能会受伤。那因为它有水有反射阻力啊，所以它比较不会运动伤害。那滑起来流个汗，那早上流个汗，冲个澡会很舒服。而且我们看到就是说，龙舟其实真的要讲的话，它是算是蛮安全的，就是包含它是第一个，它是在水域活动啊。那水域大家可能会有疑虑，就是说啊会不会危险？对。那今天甚至我们有看到有跳水有落船的这样子落水的一个情况，那是为了要保护自己，就是说舵手他为了要保护自己，避免被船身给撞到，所采取的一个保护措施。好，所以其实每位选手都有身穿这个救生衣了哈，这也是必须要去规定的。好，那我们场边其实有蛮多救生员都是随时都在待命，消防队救生员都有，所以其实是非常安全。对，因为我们现在救生衣跟早期不一样，现在救生衣就是等于当那个龙舟专门定做的，它可能它的那个活动力会比较好，那浮力也不错。那其实上龙舟你要帆布几率不是很大，尤其我们这块水域，我们这百灵桥跟承德桥这个水域是人工河的水域，所以这个水域是基隆河里面最平稳的，相对是比较安全。对，而且划的是这个木龙舟了哈，所以等于说比较重也比较稳的一个情况下，不太容易出现翻覆。那我们现场看到在公开男子组的准决赛，好，这是 S 组第一组的一个组别哦。第一道是阿嘎巴主力，那第二道是 Will Power， 第三道则是民传旭元蓝鲸。比到最后的这个准决赛，第一个是双方应该说三方的实力都蛮接近的哈。那另外就是三方的体能也都下滑得很严重，因为今天可能算下来，有些队伍甚至已经滑了第三次、第四次，第三、第四有。我们看到这个传过之后啊，这个水的波纹就知道。对啊，它冲浪那个破水还不错。对，破水是具有速度跟 power 的。对。现在我们看到领先的第一道阿嘎巴主力，但是领先的幅度并没有到很多。第二道的 Will Power 紧追在后，以及第三道的民传旭元蓝鲸，其实都保持在一个可以竞争的一个位置哦。现在这个情况下，拼的是桨手的一个力量，那以及舵手的一个掌握度。那过了100公尺，现在要来进入到最后的冲线阶段。对，最后才是主要关键。蒋平这时候拉起来了，蒋平现在加快第一道阿嘎巴主力，现在蒋平变得非常的快。第二道这边蒋平也起来，准备要往上吹了啊。现在看一下通过终点线的到底是哪一队？哎呦，稍微有一点偏哦，稍微有点偏，看起来好像是第一道吗？不是，理事长，你肉眼看看，你觉得是哪一道比较有机会？因为现在龙舟那现在我们现在在玩龙舟比赛，它都用雷射，对面有一个黄色、黑色的那个标志，它用雷射去
它有一个软体去测，所以你它可以切到千分之几的那个对的速度。我们这个角度看是会有误差了，误差会有误差。不过看起来接近啊，对，看起来好像阿嘎巴主力好像领先那么一点点。对啊，到时候可能他雷射要切几个镜头，切看谁去最早去碰到那一条线。但比较可惜的就是阿嘎巴主是不是有偏移他们的这个赛道的问题哈？这可能也要看看。对。哇，很紧张，这3队基本上都是同时间进入到终点线。你看一开始中间还差，还有一点落差，后面就追上来。因为300公尺你还要有一个缓冲期啊，不是就像200或有100的，它可能全速都在冲。那300它可能中间一段它要做一个缓冲，把体力维持住，后面才有冲刺的力量。所以每个队伍它在配的那个配速会不一样。而且我们这次比的是300公尺啊，那之后有可能会有500公尺的这种，算是比较国际的规则啊。那500公尺的话，距离再拉长一点，是不是可能刚不知道是哪一队前面领先，后面被追上来了？如果距离再拉长，可能被追上来的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对，因为尤其500公尺，它可能中间300公尺是你要配速去把那个节奏都调整好，所以那个很重要。不是说你前面100公尺或你后面100公尺再加速才有用，因为主要是在中间那300公尺。所以有时候你看前面领先100公尺领先，你到后面都会被追上。那国际赛现在也有200、500、1000，甚至有环绕赛2000的。我们来看一下成绩，哇！结果是第3道的蓝鲸结果是第3道蓝鲸1分42秒07，拿下了第1名，成功的晋级。哇，这个实在是这个秒差实在，对啊，跟第2名阿嘎巴主力是差了0.1秒了。那 Will Power 其实也都还在竞争的范围，都是0.2秒的一个差距而已哇，这一组可以说是我们今天比赛转播到最激烈的、战况最焦灼的一组。那我们就恭喜蓝鲸了这个算是险胜啊。那阿嘎巴主力跟 Will Power 后续还有机会。华木龙舟真的很吃力啊，这个船身比较重，然后速度在跑会没有那个竞技龙舟那么快。会很吃力。所以现在就看看，蓝鲸已经确定是晋级了哈，确定晋级到这个决赛。好，那阿卡巴主力跟这个 Will Power 就要来再多比一场哈，这个双败淘汰的一个第2次的机会。这个就很亏了，对啊，北龙差不多，实力都差不多的情况下，你还要再多滑300公尺，而且滑一趟，你下一趟体力就没力了。对，所以真的，我们这样看呢，有可能准决赛这一次的一个对决可能就真的是分胜负。对，但是有些队伍他有时候你看他多滑几趟，其实他最后的爆发力出来是很吓人的。他可能一开始觉得在滑的时候，后面在 last 的时候没有那么快，但是你在滑多场以后，他整个气势上来。前面都只是在热身啊。对，有时候他气势上来真的很吓人，因为气势上来你就不觉得累，就一直冲，一直冲。肾上腺素直接爆发出来。那现在我们看，应该是第2组别在做准备。场边。这是小朋友啊，爸爸在旁边喝秘鲁啊，而且这应该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啊，他应该是领队啦，他可能因为已经拉队了，对，要检录嘛，那检录他下码头以后，那个选手证要收起来，他可能专门收选手证的。
好，现在男子组的准决赛第2场，第2组别，这个组别只有2队，但是竞争应该也是很激烈的。造浪者以及台湾风暴。这算是风雨组的啊，有风暴也有浪。好，鸣笛出发，在第1道是造浪者啊，靠近我们摄影师方向是第1道啊，造浪者。那第2道是台湾风暴。那明显可以看出来啊，造浪者他的一个奖评是比较慢一点，对，他比较抓后面的力量比较多。好，但是奖评慢不代表速度慢。现在我们看到造浪者他甚至是有半个船身的领先的哦。这个角度可能看来不大准，因为要。都很强啊，破水都弄得大，都很强。哇，很接近哦，但现在大概就是有半个船身的一个差别啊，差距啊，慢慢的出现了。我们看到第1刀造浪者啊，速度真的蛮快的。很稳定的节奏。那现在通过最后的要冲刺线，看看台湾风暴有没有机会扳回一城。好，最后通过了终点，恭喜第1道的造浪者啊，成功的晋级。这种双败淘汰、1场接1场的比赛，看到很多时候，如果说队伍确定是晋级的啊，前面的鼓手也会放慢节奏，对，大家修串起啊，保留一下体力啦。哎呀，他如果有赢的话，赢半招以后，他正常有经验的鼓手会把那个节奏跟着后面的奖评抓，那后面的奖评追不上来嘛，他因为后面再追的会比较累，那前面你就配合他的讲述。然后到时候后面追到石头的时候就可以，他可以加力啊，后面再追的就加不上来了。好，所以在这个组别，我们看到造浪者是划出了1分44秒的一个成绩，哇，其实也是非常快耶，哇！那台湾风暴这边是1分46秒，哇，这个其实都很接近呢。所以你说这5支队伍到底真的要，如果说有5个水道比1场的话，谁输谁赢都不知道。而且木龙他跟一般竞技，竞技龙是标准规格嘛，那木龙可能每一招的重量还不一定会一样。好，所以在公开男子组的部分啊，目前都已经比完了啊，2场准决赛已经比完，那待会会比1场这个啊，算是双败淘汰的最后一个资格赛。那准备啊，待会马上要来进行的哈，应该就是公开混合组。今天大概就剩下公开混合组的准决赛还没有比了。今天算是蛮长的一个时间了啊，从早上到现在啊，应该也有大概7个小时的时间了。那这段时间其实我们看到选手都是一直待在场边，对，包含准备比赛、检录啊、热身，到比完之后回来休息、恢复体能以及用午餐，
这整天都在这边的一个情况下，其实选手的体能的保存啊，或者说休息跟进食的一些搭配啊，还是必须要拿捏好，因为你下午还要比赛的情况，你中午也不太能够不能吃太多。那平常如果说是选手下午还要比赛，大概中午应该没办法吃一颗便当吧？有的还是会啊，还是会这样，有的还是会吃一颗啊，但是一般来讲都会吃不完啊。理事长，你本人呢？我本人，你今天我看你是流汗上来的时候流汗，你自己刚刚有下去比赛吗？对，我没有去剁当剁手，哎呀，哇，所以大家真的是不要说觉得因为年纪而限制你运动的权利啊。对，所以我们今年也是看到在地主的社子岛的本地的这个地主球队都是超过60岁以上的选手。因为我们这里去年有组一个60岁以上去比那个世界杯啊，我们还拿到那个铜牌。哎呀，那明年也会去德国比赛，可能会有50岁以上跟60岁以上。所以现在龙舟的发展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因为国外龙舟都是俱乐部形态的，那我们都把它定位在端午节，所以有些人你说啊，现在在练龙舟或划龙舟，人家说都会问说，端午节了怎么还在划龙舟？那其实龙舟现在都是常态性的运动。它已经跟以前的那个季节性的那种，有点像是类似祭典的那种状况不太一样。对、啊，就是它已经慢慢转型成，虽然说它还是有一个文化的底蕴在，但是它是一个纯正的一个技术运动，竞技运动。因为它现在亚运有了嘛，那奥运因为人数的问题还没有直接上奥，只有蜻蜓。那未来也会努力说龙舟，它可能它的人数不要那么多，因为它奥运它有人数的限制啊，每一个项目有一个人数限制。那龙舟占的那个人数太多了，所以它现在还没有办法突破这个点。那亚运已经有龙舟赛，亚运、亚锦都有。我们台湾的龙舟实力其实还蛮强的，蛮强的。花莲的一个训练基地也算。前几年还得过亚锦赛，还得过那个2金的银啊，哎呀，很强啊。记得之前好像是在鲤鱼潭，对，鲤鱼潭那边有蛮多比赛的。比赛没多，但是他们主要练习的场地是训练那个国家培训队都在那边。他在那个台东的那个什么活水湖跟鲤鱼潭这边两个地方。那如果说以北区这边双北地区来讲的话，碧潭那边也可以练习。碧潭现在练它有比较没有以前那么专业，因为碧潭它临近还是太多那种游戏设施太多，比如天鹅船啊，一些租那个划船的太多，所以它训练起来，它可能选手比较不方便。会不方便。对。那其实龙舟大家也不要想说一定要天气好才可以练，就是有很多现在这种所谓的室内的划桨的一些练习。对，有荡桨石在练习。但荡桨石一般都是初级跟很重要，他选手他不能停，说他下雨天没有办法练习的时候，或初级他可能姿势的问题要调整。但荡桨石其实都是。一般的中段的选手，他都没有在用荡桨石，基本上就还是要下水去做练习，因为它是水感的问题。像今天我们看这个秒数分钟数就可以很清楚去判断，谁滑得快，谁滑得慢。但是不同的组别在不同的时间，其实这个时间只是参考，因为今天早上是涨潮的情况，那下午。接近中午的那个时间应该是退潮了，所以水是逆流了。对，所以在当时那个状况，就是说每一队基本上都是2分40秒起跳。那我们现在看到在公开混合组的部分第一道是法巴，第2道是摆渡人，以及第3道的 Zero。这是在混合组的准决赛第一个组别，那3队实力也都是非常好。看一下
现在三队在做最后的一个准备调整。好，现在看应该是准备要出发喽。龙手固定好之后，都在同一个基准线，等到裁判的一声指示。应该这一趟最累了，这一趟就是要晋级的。如果下一趟有晋级，就大家豁出去的，就没有那么累。有时候是准决赛划出来的成绩比冠军赛成绩还要好。对，有可能。好，看到现在哇，这第3道 Zero 的速度非常的快，对啊，节奏也打得不错。在起航的这个时间点就冲出来了，但是第一道，哎呦，第一道这边也冲出来了，法巴，哇，这个速度是慢慢加上来的。对，他水下力量蛮够的。现在13道，哇，第一非常的接近哦。现在13道其实只有一点点的落差，那第3道是些微的领先，大概就是一个龙手的距离而已。过了100公尺的冲刺线，那第2道的摆渡人也还有竞争的机会。摆渡人如果说在后面这100公尺全力冲刺的话，其实是有机会追上去的。吃奶力气可能在这时候全部都要用出来了。因为摆渡人中间这个他舵手还可以帮忙滑，可能比较有助力，等于多一名桨手。哇，不过看起来最后应该是让第3道的 Zero 率先的抵达终点啊，所以 Zero 成功的晋级到冠军战。那这时候你看这其他2队的表情就很明显，可以知道，哎呀，对啊，还要再多滑一趟。还要再多滑一趟，那个真的是还蛮痛苦的，而且你也要看，就是说之后的这一趟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一组的一个成绩。好像是只有取第2名哦，就第3名是没有的。好像是只有取1队哦。对。所以第3名是没有机会了。我们看一下，现在法巴是成功的晋级之外啊，1分44秒，哇，这真的都好快啊！但是哦，应该是 Zero 啦 ，Zero 晋级了，1分42秒。那法巴这边是第2名。1分44秒，跟摆渡人是第3名啊，1分45秒，其实大概就是在1分40出头秒这附近。待会可能要看一下哈，看一下是不是有第3名也能够再比一次。因为我们手边拿到这个可能。他各取1队了。对，他是第1名就已经确定晋级，就各取1队，然后等于3强再打，再划一次的。所以跟前面的这个公开男子组的赛事可能不太一样。对他可能对数的问题会有赛事会有一些变化。
好，所以应该我们的摆渡人就没有机会了哈。摆渡人是排名第3，那就没有办法了。那现在就要看 Zero 成功晋级之后，那第2组是 Wolf 猎狼、四季龙跟 TFA。所以对这3队来讲，就是抢不到第1名，至少也要想办法挤到这第2名，不然就是真的淘汰了。就等于说，在早上比了这么多场的情况下，到最后1里路就失败回家，那这个心情一定是比较怄了。这个画面这样看过去，后面有一张贴纸，写着“迈向世界杯”。哦，对，就我们去年在这边练习的时候，自己买的船，然后就有一个前进的目标啦，就把那个贴那个，也刚好有达到那个目标。好，看一下 TFA 是在第1道，好，那第2道是四季龙，那第3道是 Wolf 猎狼，应该是 Wolf 外狼。唔知是猎狼还是外狼啊？好，这边确定的应该是猎狼哈。这个可能有观众朋友不知道，主播在讲什么哦？他们主播在讲台语哦，这是队名哈。对他们2队，他们有2队报了2队哈，那2队都是混合组啊，一队叫做猎狼，一队叫做外狼啊，猎都是外啦。他们有很多外国人，里面有很多外国人。好，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暂时领先是第1道 TFA。那后续第2道四季龙跟第3道的 Wolf 猎狼。速度都不是很慢哦，速度都还蛮不错的，但是看起来 TFA 是已经取得了蛮大幅度的领先了，现在是领先了一个船身。这个第2名还要再比一次的，如果落到第2名还要再比一次才有晋级。希望不要，还是说有选手希望说，要么第1，要么就最后了啦。好，我们看到这应该是第1道的 TFA， 恭喜他们哦，拿到了分组的第1成绩。现在看到现场好像是已经飘雨了，这应该不是飘雨哦，这应该是下雨了啊。雨势其实还蛮大的，而且是来得非常的快。那这个雨势会不会去影响到比赛的进行？应该没有，除非打雷啊。打雷才会影响，因为现在大部分用的那个桨都是碳纤维桨，它也有导电的。你看很少用木桨了，几乎每一队都是用碳纤维的桨。
再来就是讲到下雨，其实对选手来讲也比较凉快嘛。凉快哦，下雨天滑得更舒服啊。哇，这雨天似乎叫不起大家的热情哦。看到 TFA 啊拿到了是在第2组的冠军啊，第2组的一个晋级的门票。现在哟，这个看是不是女子组的啊？哦，女子组，台湾风暴在第1水道、第2道是 Will Power 跟第3道的88。这个应该是男子组。哎，这是男子组啊，不好意思。所以第1道是台湾风暴，第2道是 Will Power， 跟第3道是阿嘎巴主力。这种天气滑最舒服了，有凉凉的，又一点小雨这样。嗯。现在3队出发之后，看起来速度差的没有很多。现在不知道是河水，还是雨水，是汗水还是泪水啊，全部交织在一起。3队都差不多了。哇，这个其实很有竞争哦。这个组别其实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哦。看到在公开男子组的3队，第1道台湾风暴，第2道是 Will Power， 第3道是阿嘎巴主力，3道可以说现在是并列的一个情况。只有1名可以进军决赛，到底是哪一队？第3道是不是有机会？第3道看起来好像是第3道哦，好像是第3道的阿嘎巴主力啊。还是第1道的台湾风暴，等一下我们就看看嘛。成绩应该很接近了，他现在还没搞过，应该很接近。哇，37，最后是阿卡巴主力1分36秒42。哇，阿卡巴主力拿下了这个晋级的资格哈。那37秒94、37秒40 ，Will Power 跟台湾风暴是饮恨呐啊，就是真的是差一点点。那我们就恭喜阿嘎巴主力。
现场的雨势是来得蛮快的。那也不知道这个雨会持续多久，看起来应该是老天爷疼惜我们的选手了哦。下一场雨让大家凉快一下，浇熄一下。对，哇，不然真的是天气比较热一点哦。不过下雨其实也要小心，就是说，待会如果雨停了有风的话，可能要注意不要感冒。对。尤其是在划完船，今天算是划了蛮多次、蛮多趟的啊。那可能体能消耗这么大，风又这样子吹，啊，是有可能会感冒。接下来要看到的应该就是女子组啊，公开女子组。休息对。看到好像是原本是暂定是12分，不知道会不会提前开始，还是说真的会让选手休息到这个时间？对，应该有时候会要求了，选手他会要求让他休息多一点，到时间到来。那我们现在也是利用这个算是小小的一个休息暂停的时间了啊，再跟大家讲一次，就是说我们今年除了精神杯之外，其实有蛮多的杯赛，好像协会这边在8月、9月也有非常多的比赛会来进行。现在练习其实都还不嫌晚啊，如果说大家可以12个人找一找齐的话固定的练习的时间每天的早上真的就比较辛苦了。不会了，久了就习惯了。久了习惯，刚开始比较痛苦一点夏天的话是还好，如果说冬天要爬起来，对，就真的很痛苦。所以如果这边也是建议如果有失眠的问题的最好的解方，其实运动是真的可以去解决你失眠的问题。因为你如果跑步会有亢奋，你的晚上跑步夜跑会有亢奋，睡不着。那你划龙舟刚好习惯，你把身体时钟调好以后，就早睡早起啊，也不会说因为全身的力量在动，所以在睡的时候很舒服。哇，现场这个雨势已经来得非常的大，来的算是蛮凶猛的对，跟刚刚我们看到是几队这种后来居上这种爆发力的队伍很像，一口气就是这种雨水是直接用到的。那我们现场应该是还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息，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如果在公开女子组这边的比赛开始之后，再回到我们现场。
好。好，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我们比赛的现场啊。那目前看到在女子组的部分啊，第一道应该是我们的发巴。好，这边可能要看一下道次哦。第一道应该是我们的发巴了哈。那第二道是 Will Power 啊，第三道是我们的台湾风暴。好，这是在公开女子组的一个最后第2次的机会啊，也可以说是选手最后的机会了啊。那这个组别没有选择，你就只能去拼第1名。这时候真的会滑到怀疑人生。有时候滑到一半会觉得，哎呦，我哪还报名这个比赛了。那滑完之后，如果真的拿到了最终的很不错的奖项，这时候就一切都值得了。甚至没有得奖，其实也没有关系啊，毕竟真的这种比赛是1年1次啊，大家有这样子齐聚一堂的一个时间。因为龙舟很奇怪，你滑到后面50公尺，大家都把力量都释放出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很好。到最后50公尺的时候。好，现在我们看到其实3队还蛮接近，尤其是第1道跟第3道，现在算是伯仲之间。第1道是发巴女神龙，第3道是台湾风暴。最后应该是由第3道的台湾风暴率先通过终点，所以其他2队就很可惜啦，在今年的精神杯画下了句点，没有办法继续的往前挺进。好，最终的一个成绩，我们看到台湾风暴是1分49秒啊，那另外发巴女神龙是1分50秒，以及威尔炮的1分53。那由台湾风暴这边晋级，所以在女子组的部分啊，这个冠军战啊，最后的这个决赛的3队分别是铭传旭元多角金，以及简单滑，还有台湾风暴啊，要来角逐。那同样也是，要来等待一下，就是说在公开混合组的一个时间呢，那公开混合组因为前面也有比过了啊，所以也是需要一段短暂的休息时间，啊，待会再回到我们比赛的现场。
可以撑一下。那40对比较麻烦，40对一定要撑一下。好，继续回到我们比赛的现场啊，在刚刚我们经过短暂的休息之后，待会下一场比赛就是在公开混合组的最后的一场资格赛啊，就要来进行。那这场比赛是由法巴对上世纪龙啊，世纪龙是在第2道啊，法巴是在第1道，也是一样只取1队。那获胜的队伍就会在最后的冠军战对上的是 Zero 跟 TFA。在赛场上突如其来的大雨啊，让选手这边算是比较凉快一点啊，酣畅淋漓的啊。那对于工作人员来讲，可能就比较辛苦一点。鸣笛出发，现在我们看到在第1道是法巴，第2道是世纪龙。下雨的情况，其实会不会造成说龙舟内部的积水？会。那这部分是不是也会去影响到阻力？应该一开始他们在滑的时候就会先把水摇掉了，所以你在滑2-3分钟其实有限的，它的积水有限。它是一开始可能会，它龙舟里面都会有放一些瓢子，让他们自己先把水挖掉。那甚至我们讲，在下雨的情况下，龙舟内部其实会更湿啊，所以对于选手坐的位置啊，或者说脚踏的位置，甚至我们舵手他是踩这种半跪站立的这样子的一个姿势，会比较危险一点，所以舵手这边要去注意不要滑倒。对。而且舵手他站立的过程当中，他是必须要去使力的啊，他不是说站在那边去动桨而已，是桨会给他反向的力量，他必须要去撑住。对。那有些他就要助滑嘛，他也是因为他脚有固定在那里，然后去助滑这样帮忙滑，等于就多一个桨手在滑。对，我们刚刚看到的画面就很明显了，那个舵手的一个站姿，前面是脚是伸直，那后面的这个脚是踩这种跪姿。对。那这里看到应该是第2道的世纪龙抢下了这惊险的最后一张末班车的这个车票了啊，通往冠军赛最后的一张车票被他们拿到了，拿的也是非常的辛苦啊。
所以对法巴来说就必须要去承受这样的一个结果的。其实能够比到最后的阶段，实力都非常不简单，因为那么多队，差不多大家都有练习，其实实力有时候也差不了多少。哇，四基龙，1分41秒99，已经，这应该是目前看起来也算是最快的一个梯队了哦。前面我们看到很多是1分42、43、45了哈，那四基龙是滑到1分41秒99，所以这会不会就是说真的，就像理事长所讲到，就最后越滑越好，越滑越快的这种情况？还是说老侯有 buff 加成，头多无老侯伤热啦？那个老侯如果加成，应该是退潮的时候、顺流的时候才会有。那退潮现在就是逆流会更严重，因为水是往上那边流下来的。好，所以现在进行完最后的这个资格赛之后，待会的下一场比赛，应该还是会给选手一些时间哈。待会应该是要来进行的是公开女子组的最后的决赛。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比赛的现场。
再来看到百灵码头的现场啊，今年的第19届精神杯龙舟锦标赛啊，进入到最后的阶段啊，在经过从今天早上8点半啊，一路到现在啊，已经进入到尾声啊，4点25分那个时间来看到，在女子公开组的一个冠军战啊，这场比赛第一水道啊，第一道是由铭传旭源独角鲸啊，第二道是台湾风暴，第三道则是简单滑。今年的冠军要从这3队诞生。看这3队现在就最后的准备位置。好，鸣笛出发。第一道是铭传旭源独角鲸，第二道是台湾风暴，以及第3道的简单滑。现在同时间出发，来看到到底谁可以抱走今年公开女子组啊，在精神杯的一个冠军宝座啊。撑到最后一刻了啊！从早上撑到现在，可能都已经滑到第5趟了。对，第5趟的话是那个啦，台湾风暴了哦，滑了5次啦。哦，目前看起来3队还算是蛮接近的哦。其实透过预赛成绩就可以知道，其实3队的实力不会说差很多了啊。那现在比的可能就是体能哦，还有求胜的那个欲望、意志力啊。现在通过100公尺的最后的冲刺线，目前看起来应该是简单滑。简单滑现在是比较后面啊，看起来应该是独角鲸哦，第一道独角鲸领先蛮多的。哇，感觉好像是独角鲸了。独角鲸过终点线之后，那第2名是谁啊？第2名看的也是很接近哎。第2名、第三名好像蛮接近的。不过应该是可以确定今年的冠军啊。最后是铭传的旭源独角鲸抱走今年的冠军金杯。好像是第3道，这个位置这样看的话，好像是简单滑拿到第2名。成绩出来了，哇！我们看到铭传这边1分42秒拿到第一名，那第2名是简单滑啊，抱走了今年的银牌。那第3则是我们的台湾风暴啊，带走是今年的精神杯的铜牌。恭喜3队啊！其实真的滑到最后。冠亚季军呢、真的是都不简单呐、今天滑了好多趟，可能都有2-3公里了。这包含回来准备了啊，包含回来准备以及这个检录啊。今天算是训练量也很够了，回去可能睡一觉，隔天起来，哎呦，手好酸哦，肩膀好酸，背也很酸，全身都酸痛。
那酸痛是没有关系，我们希望不要感冒啦，也不要受伤啊。因为划龙舟的人意志力也很强，然后抵抗力也很强。现在我们看到3队，可以说是今年公开女子组的大赢家啊，3队都已经陆陆续续凯旋回归，从终点线回来，那准备要来迎接的是待会第2场的决赛是公开男子组的比赛。如果说是其他的县市的队伍，现在我们看台湾风暴、民传应该是当地的学生啊，民传大学的学生啊。简单华校区的对，简单华跟台湾风暴他们是这个都新店的哦。那这样子也没办法留，就是说住在台北玩一下了啊，就是等于就是回家就好了啊。哇，这个现在在捞水，就是比赛。比赛一些都斤斤计较了，而且都要这个水有些大家会觉得说雨水，其实不一定是雨水，都是有些是那个滑手时候把水舀上来，而且通常是力量很强、速度很快的你溅起来的水花才会更高好，所以现在有没有？我们看到是在男子组的部分公开男子组现在第1道是阿嘎巴主力第2道是造浪者，以及第3道的民传旭元蓝鲸。公开男子组的最后的决赛，鸣笛出发，现在3队同时出发，看看在今年精神杯龙舟锦标赛的公开男子组，到底是哪一队可以抱走今年的冠军？第1道是我们的阿卡巴主力。第2道是造浪者，以及第3道是民传旭元蓝鲸队。现在看起来，其实都还是在伯仲之间第1道速度也非常快，第1道速度非常快。第1道是我们的阿嘎巴主力，阿嘎巴主力今天其实滑了最多了，前面这应该是他们的第5趟了。这个冠军赛应该是他们的第5趟，但是越滑越带劲还是有点差距。这可能要看一下可能要看一下跟第3道蓝鲸的一个差距，也没有到很多也没有到很多而且现在第2道的造浪者也有竞争的本钱现在通过了100公尺的冲刺线，最后的50公尺，拼的是意志力跟选手的爆发力。目前看起来1、3道都很有机会，蓝鲸很有机会，阿嘎巴主力也很有机会，但是蓝鲸可能是领先一点点，要通过终点了。哇！那这边就确定蓝鲸是拿到了第1名，那第2名是阿嘎巴主力跟第3的造浪者。今年的公开男子组金银铜出炉了，我们恭喜蓝鲸队民传旭元蓝鲸队。这个我们讲学生的队伍不一定是说经验不足了，对，有时候体力到最后越滑会越适应了。而且那个民传
在今年也算是蛮多队伍派出蛮多的队伍，派出有3队，对，非常的有规模。那这3队这么大规模情况下，等于说是把各队的这些精英抓起来，再集中在蓝鲸这一队哈。哇，刚刚看到在第1道的阿嘎巴主力，其实后来居上，在大概是第100公尺线过后，拼命的去追赶，但是后面。我想可能真的是体能的关系哈，他们多滑那一趟，你说没有影响，那是骗人的。对，或多或少也是会有一些影响。他可能年纪也比较大一点，然后年纪大，相对体重也比较重一点。那旭元、蓝鲸这个都比较年轻，他体力好，然后身材又轻，可能他的水阻力会比较小。铭传旭元蓝鲸队啊，划出来的成绩是1分29秒啦！哎呦，哇，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次看到2字头的一个成绩哦。阿嘎巴主力1分31秒57，拿到了今年的银牌。那造浪者1分33秒，也是相当可怕的一个速度了啊，拿到了铜牌第3名。我们。蓝鲸其实真的哇，这1分29秒速度很快。那当然，他们也是有先天上在前面准决赛就晋级的一个优势啊，因为他们准决赛其实距离现在大概有休息1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是算是蛮足够的啊。那当时那场比赛跟阿嘎巴主力还有 Will Power 非常接近，我想理事长可能都还印象深刻啦。那一场比赛大概就是不到1秒的一个差距了哈。所以恭喜今天的英雄了啊！铭传旭元蓝鲸队啊，还有第2名的阿嘎巴主力也是非常好了，非常好的表现啊。那造浪者啊，也是滑出来非常快的一个速度。这些应该在场边应该都是铭传大学的学生啊。这个看得出来，他们的这种活力应该只有大学生才有。你说设置导队不会有这种，滑完就大家都会，哪回被瞪一组哎，宽宽的准备被夹崩啊。但是大学生可能待会要出来准备要夜唱哦。接下来我们看到今天的最后一场重头戏。混合组的冠军战啊，这场比赛第1水道是 TFA， 第2道是四季龙，跟第3道的 Zero。刚刚我们看完了，算是非常激烈的2场决赛啊，今天的最后的重头戏，公开混合组。一到复赛以后，大家实力都差不了多少。明利出发。现在3队同时出发，要来决定是今天最后的一张金牌到底是奖落谁家。目前看起来 ，Zero 其实在前面的成绩表现应该都是最好的一队了啊，秒数都是最快的啊。但是决赛其实3队都快的，对，这干扰的因素其实蛮多的啊，所以其实还不一定。那现在我看到起航的速度也是 Zero 这边维持在领先的位置啊，那后面的第1道、第2道的分别是 TFA 跟四季龙，也都维持的蛮不错的速度。这场比赛看起来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哦。后面的舵手现在其实找到机会就可以多帮忙，就多滑个几下啊！哇，这速度好快哦 ，Zero 现在已经准备要冲过100公尺的冲刺线了，这速度非常快，领先 TFA 跟四季龙整整1个船身。哇，前面难道都是在保留体力吗？Zero 把最后的力量用在这最后的一场冠军战，这不禁会让我就非常的好奇，到底这场比赛最后的一个结果，Zero可以划出多少的秒数啊？
现在这个距离，基本上 TFA 跟世纪龙要去抢冠，应该是不可能的。通过终点了 ，Zero 通过终点。那第2名是我们的世纪龙，最后是 TFA 拿到了今年的铜牌。我没串呢哈，哇，这个是真的是今天的王者哦，公开混合组的王者队啊 ，Zero。很厉害，女生能滑成这样真的不简单。这混合有男生跟女生啊，女生也算很强。哇，你看这个已经前面我们看到女子组跟男子组差距没有这么大，但是在混合组，竟然有这么大的一个落差。好，现在就来看，Zero 到底滑出来的成绩是多少？我个人也非常的好奇啊。理事长，你觉得呢？哦，已经出来了，哎，但是是1分31秒，哎，因为这个是混合，因为这是混合组，刚才是男生。哇，他们已经滑了跟男生组的冠军几乎是一样快了。哇，1分31秒，非常快的一个速度啦。那世纪龙这边是滑出1分36，也是非常的可怕啊。那 TFA 滑出1分38秒的成绩。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1分31秒，可能大家会觉得，哎，跟刚刚男生组比起来有落差，但是你要知道那是男生组，他可能跟男生第2名还赢。对，混合组有4个女生掺杂在其中，有4位，至少是有4位女奖手。所以这部分真的是要给 Zero 好好的鼓励啊！我想不仅仅是在体能上面的一个展现啊，技术层面上，我相信 Zero 这船上这8位啊，应该说总共是12位，对啊，这12位选手都有非常好的默契，而且看他们是真的是不传，还是说硬盯啊？不要盯哎，真的要就比较高兴，不会那么累。他也应该赢蛮多了，所以到最后面他的力量还可以保留。好，所以这场比赛最后结束之后，我们今天非常多的队伍啊，其实都还蛮辛苦的哈。从早上的8点半啊，一直到现在的这个时间已经接近5点钟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我想有些选手甚至滑了有5趟，对，5趟哦，这真的是蛮累。5趟你乘以300的话，等于是1500公尺啊。那加上你回程的一些时间，减入的时间，算一算可能都有2-3公里以上，回去可能会有蛮长时间的酸痛。对，那个都尽力，不是说有保留啊，都等于300公尺都是跟我们跑那200公尺一样啊，都冲了啊，都几乎尽全力在做了啊。好，那我相信有很多选手也是为了要去准备后续啊，不管是6月、7月、8月，甚至9月的比赛。对，啊，这场比赛算是对他们来讲算是一个小试身手。对，啊，可能也是测试今年这个训练的一个状态了哈。那有些选手可能对自己的表现不满意，那有些可能拿到非常好的成绩，但是还有进步的空间。那我们就希望这些队伍可以继续的加油。那在国内拿到好的成绩，在国外也可以替台湾争光了。对。好，这场比赛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同时也谢谢我们陈文尚陈理事长带来的奖评。那我们今天的转播工作在此就告一段落。好，谢谢大家。那我们就下次精彩的比赛再会喽，拜拜。好，谢谢。
们这个不是侥幸的，真的是大家用命拼回来的。哦，真的不简单啦！我希望说我们的成绩大家会越来越好，然后我们龙舟运动也会在这里发展的越来越好。哦，那我知道这今天等一下是颁奖比较重要，所以我们把这奖项留点时间。好，谢谢。谢谢。我们首先颁发女子组，第4名是我们的发发女神容。麻烦奖牌可以拿一个代表出来，把它露出来，然后看前面哦，看前面。等一下，再看我一下，来，1、2、3，好，谢谢，辛苦了。接着，女子组的季军是我们的台湾风暴。来，我们有代表帮忙拿一下奖牌哈，奖牌，后面奖牌，麻烦发给自己的队友一下，队友记得到去前面拿奖牌，然后把奖牌露出来，露出来。每个人拿一个，既然每个人都有出来，每个人拿一个。这个是很辛苦的，拜步再拜步，一天最多要滑6趟的，好恐怖。来，把它带上来。来看前面小倩这里哦，后面如果被理事长遮住的，自己要想办法。谢谢。接着颁发亚军是我们的简单滑。来，奖牌帮忙拿一下哈，奖牌每个人拿一面，跟刚刚一样，把它都拿出来挂上去哈，谢谢。别人的奖杯不要随便拿。拿了奖牌的选手，我们往旁边站哈。理事长有没有看到乔雅在那里？我们靠过来一点哦。简单滑的简单不见的，对，很好。来哟，看前面哦。等一下，再一张，来，1、2、3。好，谢谢。接着颁发女子组冠军是我们的名存续缘独角鲸，女子组冠军。能要选手没有？记得去前面先拿奖牌。奖牌之后往后上哈，后面的同学如果被遮住的，请尽快往前，来，过来一点，那边的同学，那个老师吗？这边站，这边还有很多空缺。前面的同学都出来。
线这里，来1、2、3。好，谢谢。接着颁发公开男子组暨殿军第4名是我们的 Will Power。公开男子组。来看前面呢，1、2、3。接着我们颁发男子组季军是我们的造浪者，麻烦前面帮忙拿奖牌哦，等一下哦。季军，麻烦拿到奖牌的选手可以把它拿出来挂在脖子上哦。可以把奖牌拿出来挂在脖子上哈，要过来一点，那边的女生，这边的女生往那边靠一点，靠近一点，靠近一点，靠近一点哦。好，来看这里哦，看前面，1、2、3。好，谢谢。接着颁发男子组的亚军是我们的阿嘎巴主力，亚军。我们拿了奖牌之后，请把奖牌拿出来哦，帮忙分发一下。这边听说是哥哥队。来往拿到奖牌拿出来哦。往那边靠近一点，靠近一点。好，来看前面哦，来1、2、3，来一张。好，谢谢。接着颁发公开男子组冠军是我们的林传旭元蓝鲸。麻烦请选手去拿奖牌。奖牌拿来之后，赶快把它拿出来，挂在脖子上哦。不要都挤在左手边，右边也要多一点人。右边要多一点人。好，来看前面哦。好了吗？好，看前面来1、2、3。好，好，谢谢。接着颁发混合组第4名是我们的爸爸龙舟队。
奖牌一样拿出来，奖牌拿出来，奖牌拿出来，秀出来。来看这边哦。好，1、2、3。好，谢谢。接着颁发混合组的季军是我们的谢飞。来，选手帮忙分一下奖牌哈，选手帮忙分一下奖牌。奖牌拿到之后赶快挂出来哈。来，我们的左手边太多人了，麻烦请往右边靠好吗？往这边再靠拢一点，这边再靠过来一点，往这边靠，往这边靠。来，看前面哦，来1、2、3，好，谢谢。不要走，我们等一下还有大合照哈，先不要走，我们还有大合照。哎，我们混合组的亚军是我们的4季龙。麻烦刚刚的队伍先不要离开，我们还有大合照哈，谢谢。来，每个人分一下奖牌，再把它拿出来。奖牌、奖杯，靠近一点了。好，来看前面哦，来看前面哦，来1、2、4，1、2、3，3张。好，谢谢。旁边稍微等一下哈，我们等一下一起合照。那接着颁发混合组的冠军是我们的 Zero。小牌帮忙分一下，拿到后一个帮忙拿出来拍照。好，来看前面哦。好，我们看前面哈，1、2、3。好，我们最后大合照，麻烦请队伍往前，我们一起合照。麻烦我们队伍往前，我们一起大合照。谢谢大家今天辛苦了。如果从败部一路再败部到冠军战，其实是比了6场的比赛，辛苦大家了。这是端午前的赛前赛，希望这场比赛对你们在端午节不管在台北、新北或是其他县市的比赛都有帮助。麻烦我们尽量靠拢哈，我们尽量靠拢。尽量靠进去哈。来看前面哦，来1、2、3。小倩拍好了吗？看一下小倩。
谢谢大家辛苦了。最后再麻烦大家，你们回到你们休息区，麻烦协助将垃圾集中打包好，放到桥下现在统一堆置的地方。再次麻烦大家的配合，谢谢，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喂，刚刚奖杯忘了拿盒子的，奖杯忘了拿盒子的，到这边来拿哈。奖杯跟盒子。